你是不是也天天忙着发帖引流，结果访客来了一圈就悄悄的走了？其实真正决定转化的关键一脚不是流量，而是邮件跟进。尤其是做海外市场，邮箱呢就是客户的一个私家收件箱，那么进不去就等于把一半的机会呢拱手让人。那今天呢，我就用最简单的方式手把手带你从零搭起一套能自动欢迎、自动发券、自动复购提醒的一个邮件营销系统。那我会从账号注册、名单收集落地页、表单与弹窗到自动回复与数据的复盘，那么全流程一次给大家讲透。那看完这些视频你不需要有任何高深的一个技能，就能够把流量拴住，把机会抓住。准备好了吗？接下来我们就开始。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鱼儿的频道。喜欢小鱼儿呢，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我频道主要是分享网站建设、跨境电商相关的一些教程，搭建各种网站教大家从零基础开始搭建网站。那么今天我会教大家如何利用 GetSbox 这款工具来做好一个邮电营销。那么视频最后我还会教大家怎么样把这个邮件营销系统嵌入到我们的一个 WordPress 网站里面去。看完本期视频呢，你就可以独立做出自己的第一场邮件营销的活动，并且呢用最实用的自动化的工具轻松搞定。在开始之前呢，我们需要有一个邮件营销的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呢，我推荐大家来使用这个GetSbox 这款工具呢，叫做 GetSbox 那小鱼儿的发音不是很标准大家将就听。那它的相关链接呢，我已经把它放在视频下方的一个描述栏和评论区大家可以找到，跟着找到链接打开了，跟着我一起来实际操作一下。那英文不好的朋友可以像小鱼儿一样在你的电脑，在你的谷歌浏览器里面呢安装一个沉浸式翻译。这个沉浸式翻译呢，它是一个双语翻译你可以选择看中文，也可以选择看英文。这款软件呢，它也提供了一个30天的一个免费试用。那么你们准备好了吗？链接打开了吗？打开了，我们就开始。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点击这里开始免费试用。接下来呢，需要输入你的名字，输入你的邮箱，输入你的密码。点击这里开始创建账号，这儿我随便可以看到创建账户，这里可以免费试用所有功能30天，无需信用卡。那么你准备好了就可以升级。输入好之后，接下来我们就点击创建免费账户。这里大家如果说你如果说有谷歌邮箱，那么你直接用你的谷歌邮箱呢，直接登录进去也是可以的这个使用起来就更方便。接下来我们就点一个登录。这个时候它会往你的邮箱里面发一个验证码你去看一下。打开邮箱可以看到这里的一个验证码，把它复制一下，粘贴到这个里面，点一个提交。好，如果说你是第一次注册的话，它会问你的一些相关情况比如说你的公司名字，你所在的国家这里国家呢建议大家可以选择美国，后期可以改的，还包括你的地址你的城市你在哪个州这些都可以填一下。接下来可以看到我的就已经注册成功了，直接来到 GetSbox 的一个后台。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创建我们的第一个联系人列表。这里还是给大家翻译一下。那么我们要创建的呢，就是创建我们的一个联系人的一个列表。因为你要是批量发邮件的话，那你需要先有联系人的一个邮箱账号。如果说你还没有邮箱账号也没关系到视频的后面呢，我会教大家怎么样去通过我们的网站去收集我们潜在客户的一个邮件列表。那我们怎样创建我们的联系人列表呢？我们点击左上角，这里有一个联系人，点一下它。那这里就是你联系人的一个管理中心，在这里呢可以创建添加新的联系人，也可以创建列表，还可以导入联系人可以做分组加一些自定义的字段还有标签等等。那下面你可以看到这儿下面呢是我们在注册的时候，系统呢它已经默认的帮我们建立了一个联系人的一个分组这里比如说小鱼儿，这里已经建立了一个。你可以看到，你如果说你不需要鼠标回到后面3个点，这里可以看，这里呢可以添加联系人，也可以设置为默认，也可以显示联系人也可以显示自动回复，还可以选择删除。如果说你不需要的话，这下面这2个你可以直接把它删除。接下来我们可以使用我们可以选择上面这个，我们点击这个上面这个创建列表，先来创建一个，直接点击一下它。这里需要输入一下你这个分组比如说你这个邮件列表是准备用来收集什么样类型的一个邮件给它在这里命名一下。
那这里呢，比如说我做的是童装哈，我在这里就写入一个秋冬温暖系列，这儿我打个括号1哈，区分一下，这里就点一个创建。好，那可以看到，那这个系列呢，我们就已经创建好了，就出现在下面的这个列表里面了。好，接下来呢，我们需要点击右上角，这里有一个添加联系人。好，接下来我们来添加联系人啊，这里添加联系人呢有4种方式啊，它一共提供了4种导入联系人的方式。第一个就是 No.1 啊，这个呢就是一个一个的往里面添加，点进来看一下啊，这个就是一个一个的把他的邮箱、姓名、电话这样一个一个的把它加进来。那这个是不太推荐啊，如果说你人比较多的话，你通过这种方式，人多不推荐使用一个一个添加方式啊。第二个是通过文件导入，这个也是最常用的啊，特别是你手里面已经有了邮件列表了，那么你可以直接上传进来。那第三个是通过集成导入啊，如果说你在用的工具哈本身可以和这个 GetSports 对接啊，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方式直接集成哈。我们点进来看一下，可以看到这里可以直接连接的。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GetSports 这款工具呢，它可以直接通过 Shopify 啊，可以通过我们的 WordPress 网站，那么直接集成进来也没有问题啊。那下面你还可以连接其他的平台，比如说亚马逊、Facebook。那这儿还可以将 PayPal 呢按钮来添加到你的电子邮箱和你的一个落地页，包括一个 Stripe 啊，这里相关的大家都可以来多了解一下。那这里啊，它不止这几款啊，可以查看更多。这儿我们点击上面的一个返回键啊，再点击添加联系人，这个是第3种方式。还有最后一种方式呢，可以通过注册表单。那这个方式的话，只要是用来从网站或者说从你的落地页里面收集一些新用户哈，等一会儿我也会给大家讲。那么比如说你有一个网站啊，你可以在你的网站里面呢放上一个弹出式的一个注册列表啊，注册表单。比如说有人在上面通过一些优惠的活动吸引别人哈，会通过你的一个创建的表单呢来提交他的邮件。那就是我们平时在搭建网站的时候呢，就要做一个表单的收集。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收集到很多联系人的信息。那这儿我们就选择比较常用的从文件导入，在这里呢我们就直接点击导入。那必须提前准备好你的联系表单啊，提前把表单这些准备好，直接把它拖进来或者上传进来。准备好了之后呢，我们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直接点击上传导入你的联系人。你可以点一下啊，找出你相关的，直接把它导进来。比如说你导到哪一个分组里面，就像我们刚才建的春秋装，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啊，它的上传文件的一个要求，还有包括一个格式，看一下它最大呢可以使用10MB 的，还有支持一个 XLS4 的一个文件，那还有 CSV、TXT 啊，这些可以看一下它支持这些文件。如果说你的文件不在它支持的格式里面呢，那你肯定也是导不进来的。如果说你的格式不对的话，这个时候呢，我们大家可能会用到这样一个网站这个网站叫 Cloud Counter， 这里你可以直接点击进来。那这个网站它就是一个文件转换的一个网站，你可以把你的文件导入进来，来转换成你想要的格式啊，把它转换成这个 GetSports 支持的这个格式就可以了。这个网站我也会把它把链接放在视频下方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自己点进来。那么可以看到，现在如果说你还没有准备好，那我们可以为了方便给大家演示我这里就让 AI 随机来帮我生成一些演示数据。现在的 AI 非常强大，这比如说我截一个图大家使用你的截图来把它截个图，接下来把它 Counter 加5给它粘贴到里面。这儿我直接让它帮我生成一些表格数据用到这个软件里面来做演示。可以看到，其实现在的 AI 它是有一个识图的能力，它不仅能识图，还可以画图你需要什么图片，那你直接让它给你写提示语，写完提示语之后，直接帮你生成就可以了。我需要一个下载的文件那它这里给到的是一个复制代码的是一个代码。那么这儿我不需要代码，我就要让它转换成一个下载文件。这里直接点击下载那已经下载到我们的电脑里面了。接下来我们再回来，进来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文档我们直接把它拖进来。你也可以选择把它上传进来，拖进来都可以。好，这里选择一个联系人，你点开看一下这里。那么这里呢，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联系关系？看一下。
那这里呢，选择添加或者更新已存在的表格。接下来我们把这里打个勾。我有权限将这些人员添加到我的列表中。好，这儿同意一下，点击下一步。那么上面这里忘了需要选一个列表，把它选上，选到我们刚才建的这个列表。这里系统它会自动的让你确认一下，看你是上传到哪个文件里面，哪个类型。好，接下来点下一步。可以看到，接下来呢，这里就是我们刚才导入进去的一些 AI 生成出来的一些邮箱。这里呢，它会让你再确认一下字段的对应的关系比如说这里是电子邮件这里是名字，这是姓这里是儿童年龄，这里兴趣标签。那有的可以看到这后面它是对不上的，像这里打了一个问号这种没有对应上的。这个 GetSports 里面它没有这个字段，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比如说这里这下面儿童的年龄，这里可以点开，在这里它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自己来添加这里可以添加自定义的字段。这里比如说我们添加一下这个名称这里写一个比如说什么春秋款什么的，这里自定义一个。接下来就是一个类型，这里选一下那么这儿我们就选这个文本，我们鼠标往下拉，这里我们选择这个选好之后，这里我们直接点击保存。这里稍微改一下它有的说是不符合，我们就改一下。好，这里改好就点保存。好，接下来再看一下。那这里比如说我们刚才添加了自定义，我们点击这里就可以去选择一个对应的。这里你可以看到当你添加好了之后，就直接点击进来，找到你刚才设定的这个是我刚才添加进来的，就直接选中它。那接下来可以看一下相关的什么姓名电话呀、城市等等这些，全部把它对应好、填好。点击下面的一个导入。那也可以这样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里面我还没有完全匹配完这里还有一个是没匹配的，这个也没匹配的。这儿呢，我们就直接勾选一下，不要导入不匹配的系列，直接点导入。那么这种不匹配的，那就先不导入它。那这个导入很快如果说你有上千个的邮电上千个这样的邮件的话，可能大概需要几分钟到几十分钟。那这里它会自动的检测，那这里它会检测你的邮件是否合法合规。大家可以看到这儿呢，我是被拒绝了。拒绝的同时呢，它同时也向我的邮箱里面发送了邮件。那么它会告诉我们我们的一个联系人列表被拒绝。这因为刚才他看到我这个数据呢是不是真实存在的，这种这个随机生成的这个 GetSports 它的邮件系统是能检测出来的，因为它的系统已经非常成熟了。像这种无效的邮箱是过不了的这个非常好非常有用。如果说你遇到一些什么无效的一些邮箱的话，你这儿就直接就把它给 pass 掉了这一点非常的好。那么大家也不要太纠结因为我这里是做演示大家到时候把你真实的邮箱全部给它导入进来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就接着往下走。那如果说你要导入你的你收集了很多邮箱，你要导入真正的进来，说的一些真实的邮箱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用的网站这个网站叫 Apollo。 这个网站有什么用呢？如果说你刚刚进入某一个行业，你想在这个行业里面找到一些关键人物的一些邮箱和地址，那这个 Apollo 就可以帮你它里面就是收集了上千万个真实的邮箱地址，这个里面它是包含各行各业的都有。那么感兴趣的伙伴呢，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也会把相关链接呢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评论区。这儿我简单的给大家来操作一下。第一次进来的话，我们就直接点击右上角的一个免费注册。可以看到这里他说这个 Apollo 上面呢已经拥有超过2.1亿个联系信息它这里面的邮箱是非常的多了，各行各业都有。这里你可以使用你的谷歌邮箱直接登录进来也可以去创建联系人，我这就直接使用谷歌直接登录进来，打开我们的沉浸式翻译。接下来我们鼠标回到左边，可以看到这边是它的一些相关的功能这儿我们就直接选择这个人员它有公司有列表还有一些其他的，可以看一下，我们就直接选这个人。接下来可以看到选完人之后，你想要哪个行业的在中间这里可以看到哪个行业的公司的，比如说是行业，可以看一下这里面有各行各业的，这里你可以直接去搜索，还有包括它的职位是什么你都能找到。你也可以扫员工或者说行业的一些关键词你可以直接在这里搜，比如说是做技术的你都可以在这边进行一个筛选你可以选择与你这个行业你认为相关的就可以。
那接下来右边可以看到，这边它就给了很多这种邮箱，有联系人，也有他的名字，还有所在的公司对应的一个邮箱号。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一个鼠标往上拉，接下来呢，我们勾选一下这里全选。可以看到免费版本的话，它是有限制的哈，每次可以导入25个人，这里也可以看到有25个，每页啊可以导入25个。那这里如果是全选，可以看到它这里是有10000个的邮箱，我们得勾选它一下，我们每次就导入25个，点击一下应用。接下来我们点击中间这里，可以看到这儿有一个导出按钮，点一下它，这里对，我们就继续点击下一步，鼠标往下拉，拉到下面这里有个保存，点击一个保存。那这里有一个同意服务条款啊，它必须让你遵守这个啊，不要发送一些什么垃圾邮件。这里我遵守，接下来就在开始导入之中了。可以看到25个已经导入成功了。好，接下来我们再点击右上角这个导出，选择这里一个。好，接下来点击右上角这里导出按钮，这里选择 CSV， 点一下它。这里我们点这里一个 download 下载。下载好之后，接下来我们返回刚才这个页面。这个是快速获取行业邮箱名单的一个比较通过这个 APP 比较快速的一个方法啊，这个推荐给大家。因为如果说你自己去找这些邮箱的话，你可能会很难。接下来我们再次回到 GetSports， 点击右上角添加联系人，点击从文件，这儿把我们的文件直接拖进来，再把它拖拽进来，这儿勾选一下，再点下一页。这里需要添加一个列表。好，这里我们直接点下一页。那这里因为我们是刚才从 APP 里面下载下来的啊，它的邮箱的数据是非常全，可以看到这里呢，直接这些对应的都有，但是也有这里可以看到标题这些也有对不上的啊，大家可以根据上面讲的自定义呢来把它设置一下，添加一些字段来匹配。如果说不想匹配啊，这里那这些没匹配上的我们就不需要导入，这里直接点击右下角的导入。好，接下来我们再让它来审核一下看。好，接下来看一下，它这里面基本匹配了之后，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点击导入，不匹配的就不导入。这时候可以看到正在导入当中哈，它需要审核。接下来可以看到，那我这里的刚才通过这个 Apollo 下载的这些邮箱因为这些都是一些真实的邮箱可以看到这儿就已经完成了导入成功了。下面这种 AI 生成的这种不可用的邮箱呢，它是直接被拒绝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设置专业的邮箱，并把你的域名连接起来一个专业的邮箱它看起来会很靠谱，它更能够体现出这种品牌，还能够大大的提升邮件的一个送达率什么叫专业的邮箱呢？就是你的这个邮箱的域名啦。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像这个 GetSports 它这上面，在我们鼠标回到最顶上，你可以看到，那上面就是它的域名，前面这里到点 com 这里呢，就是它的一个邮箱。往往一些大品牌呢，它会用自己的域名来做自己的一个邮箱。很多官网这些官网这些，它都是用域名来做的邮箱。并且现在就像这种.com 这种呢，它会更加的专业现在还有什么.on 还有什么.io这种域名的后缀很多但是最专业的最好的就是一个.com。但现在还有很多人呢，也会像我一样用这种Gmail 邮箱，就是这个。那这种 Gmail 邮箱相比之下，那它雅虎邮箱用专业邮箱发信更不容易掉进这种垃圾邮件里面。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很多邮件它都直接进入到了垃圾的邮件其实它是不能被客户看到的。那如果说你自己已经有了一个域名，有自己的域名，有自己的邮箱，那就更不错了，非常好。你可以直接就通过你自己的去连接到这个 GetSports 上面，而且是免费的。那如果说你还没有邮箱的话，这里就有2个选择。那么这里2个选择，第一呢，我们点击右上角这里有个头像，头像里面可以看到这里有个电子邮件和域名，点一下它，可以看到它这里说自定义域名、发件人、电子邮件地址，以避免退信或者垃圾邮件问题。在这里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来连接你的邮箱，连接你的域名。如果说还没有的情况下建议大家可以使用这一款软件这个网站叫 Hostinger， 相关链接呢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推荐这个给大家。那么你可以在这个网站来注册属于你自己的域名。当然它除了域名之外呢，它还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虚拟主机的一个提供商。如果说你需要搭建网站的话，你完全可以在这个 Hostinger 里面去购买这个虚拟主机。
那买主机或者买域名呢都没有问题啊，它这里面都有。有的呢，甚至如果说你买主机的话，买上1年以上呢，它还会送你免费的1年的域名使用权。活动呢随时会变。在视频的最后我也会给大家讲一下如何来快速搭建一个网站。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视频要看到最后后面的话，我们要搭建一个自己的网站，并且把 SBOSS 的邮件系统呢，把它融入到我们的网站里面去。我们在这个 Hosting 后台就可以来设置你的一个域名。为了保证我们的邮件呢不会被标记为垃圾邮件的话，同时保护你的发件人的信誉那邮箱必须做身份的一个验证。这里至少涉及到3个东西。这儿有任何问题大家都可以咨询，来直接把你的问题提问到 GPT。那么邮箱为什么要做身份认证它的这3个核心的点是什么？这里呢，我使用的是 GPT-5有任何问题比如说这里我们都可以截图问 GPT。那比如说这里你这个地方你不太明白，这里你可以直接截个图，截图了之后，接下来呢发给 GPT 直接问他这个是什么意思。解释一下他会给你解释的清清楚楚的。这儿就是说它有生图有识图有帮你写代码等等非常多的一些功能拥有它就相当于你拥有了一个助手。这里如果说你还没有 GPT 的话，你可以点击我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面有 GPT 独立账号购买的一个链接，包括了你的 GPT 想要升级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去进行一个代充，直接把你的 GPT 升级到GPT Plus 会员。相关链接大家都可以在描述栏去找到。还有不会升级 GPT 的朋友呢，也可以看我之前有出过一些相关的教程我会把相关链接放在视频的右上角。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那它这里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做身份认证第一是防止冒充，第二是提高送达率，第三是保护品牌。那它设计的这3个东西叫第一个叫 SPF， 它的作用呢就是告诉收件方服务器哪些服务器有权代表这个域名发邮件。原理呢就是在你的域名 DNS 里加一条 TXT 的记录。那么第二个 DKIM 呢，它的作用呢就是给邮件内容加数字签名，收件方可以验证邮件在传输过程中有没有被篡改这种担忧也是有的。原理就是你在 DNS 中设置1对公钥私钥，那么服务器发邮件时呢，用私钥对邮件头部做签名。第3个DRARC， 它的作用呢主要统一管理这上面这2个验证结果，并告诉对方收件如果验证失败怎么办。那么就设置在这个设置 DNS 添加 TXT 的记录。所以总结呢 ，CPF 是规定谁能发你的邮件DKIM 是给邮件加电子签名，防止篡改。这个 DMARC 是管理前2者这3者是至关重要的，为了防止别人篡改你的邮件以及防止骗子伪造。那大概知道就行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去配置一下。接下来我们就回到这个 GetSBOSS 这个页面。还没有找到这个页面的朋友，你直接点击右上角的头像这里可以看到第3个就是电子邮件和域名。那么我们就直接来到这个页面，往下拉在右边这里可以看到有个添加电子邮件，直接点击添加，姓名输入电子邮箱，输入你的一个名字和你的邮箱账号。如果说还没有的情况下，朋友可以来到这个 Hostinger 里面也有朋友，如果说你在这个里面来买了主机，他会给你提供一个免费的一个邮箱账号。我们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呢，如果说你买的是中间套餐的话，它每个网站是有配5个邮箱，那这5个邮箱是可以免费使用1年的。这里它就有提供1年的免费的邮箱账号。那么第2年，如果说你想接着用的话，你觉得用得好，你也可以续费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到这个 Hostinger 的后台。如果说你已经购买了，我们直接点击左边这里的一个邮件。那我们直接点击左边的这里的这个邮箱就会来到这样的一个页面。你看到在这里就会出现一个申领免费邮箱，这里去点击免费领取。你按照它的步骤一步一步的，你就可以申请到一个免费的邮箱账号。那如果说你还没有你想买一个也可以直接点击这个右上角这里有个获取电子邮件的一个套餐，直接点击进来，点这个电子邮件套餐。
那么你可以在这里面可以选一个套餐来进行购买它这里有每个邮箱包含多少内存有多少转发规则、邮件别名这些每个邮箱可发送多少邮件，这里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购买一个邮箱。那我这里已经有邮箱了，我就直接复制。大家暂时没有也没关系到时候你可以再自己去好好看一下，买一个。好，接下来呢，我来快速的教大家怎样在 Hostinger 里面来创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品牌邮箱。那么就直接点击顶上这里森林免费邮箱。好，这里我们要选择一个域名，选择一个域名，点击确认。这里可以看到它一共有几种，有3种套餐。新手我们可以从免费的开始。如果说你后期邮件发的比较多的话，你可以考虑来升级一下后面的一个付费的一个计划。这里点开始。好，这里输入你电子邮件的名称，输入一下你的邮箱密码，然后就再点击一个创建。这个时候可以看到新的邮箱就创建成功了。这里呢，我们点一下这个浏览，在这个浏览器中打开在下面就是你的一个邮箱账号，这里是你的一个邮箱密码。好，接下来我们可以点击后面这个登录。那我们来登录一下我们的邮箱因为等一下也要来搜一下验证码。那么这儿你可以选择保存，也可以选择不保存。好，这个就是 Hostinger 为我们提供的邮箱的后台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邮箱的后台这个也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品牌域名的一个邮箱账号。好，这里我们的邮箱已经准备好了。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复制一下我们的邮箱，在左上角复制一下，回到刚才这里。那我们把我们的邮箱给它粘贴进来，输入一个名称。好，这里点击一个添加。那这时候它会向我们的邮箱里面发送一封验证信息，可以看到前往你的收件箱查看我们发送的确认信息。OK， 让我们打开我们的邮箱，这我们点一个明白了。下面点这个是之前添加的已确认，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这儿有个倒三角，我们点一下它这是我们刚才添加的邮箱Lily 它是告诉我们这个邮箱现在呢还未确认，还没有确认正在等待确认。这个时候我们回到我们的邮箱的这个界面就这里，这儿呢我把它翻译一下。那这里可以看到我们在中间这个位置它就出现了，请确认你的电子邮件地址。我们点一下它。好，那我们在鼠标回到右边这儿点一个确认。好，它直接跳转到这个 Salesforce 的页面。接下来我们再点击这个倒三角，可以看到这里呢我们的邮箱就已经确认好了，代表我们的邮箱已经验证成功。这样子能够确认成功就没问题了。这个就是在 Salesforce 里面的添加一个发件人或者收件人邮箱的一个方式你可以直接点击右上角这里一个添加电子邮件。当然你要想添加更多的你就直接点这里添加就可以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中间这里在这个靠右边这里它会处于2个黄色的这种图标。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大概意思就是像这个 TKIM 的一个大概的意思就是这个呢它没有进行 TKIM 的一个验证这里无 TKIN 的一个认证。它的作用前面给大家讲了，就是给邮件加上一个数字签名，保证这个内容不被人篡改系统的话可能需要再确认一下这个邮箱下面这个邮箱呢就是我的邮箱。好，那这里可以看到像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来把它进行设置。怎么设置呢？我们鼠标回到右边，这有3个点，可以看到它第一个是查看 TXT 记录，第二个是验证，我们就点第二个这个时候系统会自动帮我们进行一个设置这里你可以看到有个 TENT 的一个文本记录这里默认不要去动它，这我们就点下一个继续这里稍微等待一下正在加载这个时候它就直接跳出来了，使用我们的集成验证域名。如果说你的运营商服务商呢它支持自动匹配像常见的域名提供商，比如像这个我常用的这个 Hostinger这些都是比较主流的域名主机提供商，其实他们都支持各种自动的配置那我们只需要按照它的提示呢登录一下相关的域名账号就可以了。那么我们只需要按照它的这个提示来登录一下相关的域名商的一个账号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点击下一个继续它在自动分析，稍微等待一下。好，这个时候跳出来这个就是 Hostinger 的一个域名，这里我填写一下，点一个登录，可以看到它现在就在验证当中大家稍微等待一下。
那本视频如果对你有帮助，记得给小鱼儿点个赞。大家可以先喝口水哈，这里呢它应该是正在验证，大概需要几分钟时间。如果说你想自己创建一个电商网站哈，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我之前这里有一期超详细的接近4小时的一个电商网站搭建的一个课程有兴趣的伙伴可以来看一下。那这里它系统会自动帮我们检测，可以看到它检测出我这个是 Hostinger 的这个域名，接下来就填一下。好，接下来它这里就开始在验证了，大概需要等个几分钟。这里朋友们可以先去喝口水，上个厕所。好，那这里由于网络的问题哈，我这里有一个设置失败了哈，大家按照这个流程去操作就行了。它是系统自动帮我们进行一个配置哈，这里也不需要你去点什么，你就直接按照流程去操作就行了。当你这里授权成功之后这后面这个无 DKIM 认证这个黄色的标就会消失一般生效期呢可能是这个48小时，它就会变成一个绿色的。这个呢它主要是验证一下我们的一个域名的归属看一下你的这个是不是机器人，是不是真人。那这里如果说你想查自己的 DNS 的状态，也可以来到这个网站，把我们的域名直接复制过来，粘贴在这个里面。这里选择一个 TXT， 点在后面一个搜索。那如果说这下面全部打，这边全部打勾，只证明这个 DNS 是生效的，没有问题。那如果你的这个 GetSpots 里面绑了很多邮箱，你想把新的邮箱设为默认的发件邮箱，这儿我们只需要点击后面这里有3个点，把它设置，可以看到它这里一共有4个设置把它设置为默认就可以了。因为在后期如果说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的时候你不可能只用一个邮箱号去进行发送。一般情况下像如果说是你的店比较大，订单比较多的情况下，一般会设置个7、8个以上的这样的邮箱账号。那不同的账号呢，它是发送不同的一个内容，这个也是行业里面比较常规的一种做法。那接下来呢，你就可以用你的一个专业的邮箱呢，用你自己的域名在这个 GetSpots 里面去发邮件，而不是用一些 Gmail 邮箱或者那种免费的邮箱那种免费的邮箱的话，它的送达率是比较低，另外很有可能会被设置为垃圾邮箱，它的可能性会非常的大也就是说呢，你要用这些免费的邮箱去发邮件的话，即便是你发出去了，别人可能也看不到，因为全在垃圾邮箱里面了。另外这个 GetSpots 呢，它还自带了一些 AI 功能。现在的这2年随着 AI 的一个进步，一个神速的发展，那其中一个非常厉害的就是这个GetSpots 的有一个 AI 活动助手接下来我们鼠标回到顶上，点击这个 TOOLS， 那接下来我们就选择下面自动化下面的一个营销活动，点一下这个按钮。那这个 AI 助手它非常厉害，它能根据你输入的几个提示词，自动的帮你生成一个落地页还有什么欢迎邮件等等这样的。当然这个是 AI 自动生成出来的里面的相关内容呢，还是需要你去进行一个优化，但是它给了你很好的一个起点。那么我们要使用这个工具，要把它利用起来接下来可以看到它给了2种第一是电子商务活动，第二是 AI 活动。那么我们就直接选择这个 AI 活动。那如果说你是电子商务活动，你可以看到这里来与电子邮件列表之外的客户建立联系这里你可以直接去连接你的店铺 Shopify 或者 Wordpress 都可以。我们现在先看这个 AI 活动。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创建我们的活动。我们直接点击这里创建活动，这儿需要取一个活动名称，比如说我刚才说我们卖的是一个童装，这标题不知道怎么写这儿就我们直接问一下 GPT， 可以看到任何问题都可以找 GPT GPT 真的就是一个神奇的助手。那么我想创建一个产品列表，这里校园活动穿搭，把这个名称输入到这个里面来。这儿呢可以在这里有一个小技巧一个邮件活动的一个，随着我们时间的一个慢慢的，后面呢我们创建的邮件活动这种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一定要给它命名一下给它排序一下，这样免得以后乱不知道哪个是哪个。我们在这里可以加上一个标签，比如说今天是9.9 9月9号，这样呢即使是同一个活动我们也可以把它分成不同的时间段来做，这样的活动它不会混淆。
下面第二个就是一个链接列表，这里我们点这个倒三角看一下。这个就是潜在客户联系人的一个列表，在我们刚才创建的秋冬温暖系列，我们就点它。好，接下来就直接提下一步，点下一步。接下来需要制定一些信息啊，比如说你产品的服务的亮点，产品与服务有哪些亮点，你从事哪个领域的工作，你想联系谁，你的公司和产品名称，你的沟通应对如何听起来这些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填，那很简单，我们这儿截个图，我们来问一下 AI， 直接 Ctrl 加 V 粘贴。我在这里告诉他，我在创建一个活动，这里怎么填？邮件营销活动，这里应该怎么填？我的主题说一下哈，主题是校园活力穿搭。好，点击发送。很多时候你可能会词穷哈，不知道怎么填，我们直接用 GPT 就好了。这儿直接复制代码，然后这儿把它粘贴进来就可以了。从事哪个领域的，然后这里也可以复制。从事的就是这个童装儿童系列，想联系谁？好，这里粘贴进来。主要是想联系这些宝爸宝妈哈。童装嘛，肯定是这些宝爸宝妈去买。建议填写，这里写个童装，那么随意选一个哈。好，看一下这里面该填的都填了哈，你也可以把它你的公司名称，我这儿随便填一个哈，点下一步。英文不好的朋友哈，直接可以让 GPT 帮你翻译成英文就可以了。这里建议大家填英文哈，因为我们更多的是做跨境电商，做的都是销售给国外的客户哈。这儿因为我是演示哈，大家直接填你相关的一个英文。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让 AI 来帮我们生成这个活动页。如果说是换成以前的话，你可能需要从零开始配置，但是现在有 AI 可以帮我们很快的搞定。接下来呢，我们只需要来设置一下我们的活动整个活动的它的页面的一个风格、颜色的搭配。这里系统它给了我们这里有几种这个颜色的一个搭配，我们可以在这个中间去选一个比如说这个颜色的或者这个颜色的深颜色的。那这里如果说没有你喜欢的颜色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去自定义，可以直接点击这里一个自定义你可以自己在这里面来创建自定义，自己来创建一个调色板。你可以手动来更改颜色，比如说这里按钮是什么颜色，背景是什么颜色，文本是什么颜色有强调色1、强调色2。那其实颜色搭配也是一门学问哈，如果说你实在不会，也就不要硬去扛了。那么我们可以通过2个网站这2个网站推荐给他，这2个是属于2个配色网站，相关链接哈，大家去下面描述栏和评论区去找。首先这个网站很简单哈，你可以上传一张你觉得颜色搭配比较好、不错的一张图片，这可以直接点击这里上传，点击这里上传。在这我随便上传一张，那你喜欢哪个颜色？比如说喜欢这个颜色，那你把这个颜色可以去点一下喜欢这个颜色你去点一下。它会帮我们把这个颜色给它提取出来这个里面的主要的一些色料你可以把它提出来。那你可以用来调整整个颜色的搭配这个每个地方可以看到你点了，它就直接提取这个地方的颜色。还有另外一款网站这个叫 Course， 这个里面它就直接会帮你搭配哈。这我们直接点击，稍等，英文不好的朋友一定要记得翻译，直接点击这里开始。这里面它有很多颜色你可以直接去登录一下你可以在里面，它会给你配好，你自己去选几个颜色，它每一组颜色都是直接给你搭配好的。你要丰富一点的也可以，要颜色少一点的也可以。除了这2种方法，我们还可以让 AI 来帮我们配色。比如说我们回到 GPT， 这儿我截一个图，那么我直接问 GPT， 问它这个怎么配色，好，点击发送。 GPT 现在它非常的能够理解到我们想要的意思它会告诉你，可以看到这里它会告诉你怎么样配，用哪种色系主要颜色、背景色是什么，按钮色是什么，文字色是什么它大概的会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方向。根据这种配色方法你整体搭配起来，它整个网站看起来会更专业一点。如果说你自己配的话，那可能就是乱七八糟的。颜色搭配真的非常的重要别人那么点进一个网页能不能把它留下，就看你这个网页的一个配色，还要看你这个网站的颜色看起来舒不舒服。
接下来可以看到，它给了我们3个方案哈。比如说，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主打蓝黄；第二个是主打粉紫；第三个是主打蓝绿。先看一下粉紫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我们点一下它，看一下每个地方可以点。我们把第一个颜色，这个是色号哈，布置到这个下面看一下。第二个颜色，直接把这个色号登记进去。第三个文字的颜色，强调是2。OK， 看一下第一个颜色。没错，那这里整个颜色就替换了。好，后面你能看到我们大概网站的一个配色，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这后面会有一个我们可以参考的地方哈。这里颜色换好之后，我们就点一个应用。那我们现在是自定义的这个颜色。那鼠标往下拉，接下来呢，我们要上传你的一个 logo。我们可以用一些工具网站快速帮我们生成一些 logo。这里其实也可以你可以用一些工具可以快速的帮我们生成一个 logo， 也可以把它交给 AI。比如说在 AI 的话，我就让它帮我生成一个相关的 logo 比例，比如说比例是多少，直接发送给他。他会问你可以看到你是做童装的你的主题是校园活力穿搭。他会先把思路写出来，logo 的设计思路看一下然后生成 logo 的一个提示词。那么是不是要让我们帮它生成？我试着直接让它生成图片。那你还可以通过一些这种封面这种生成 logo 的一个 APP 比如说这个软件这相关链接大家可以在描述栏都能找到。让我翻译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呢是可以免费用的，那这里直接免费注册，这我选一个，用你的账号登录一下，谷歌邮箱都可以。这个有点很神奇它还可以帮你可以复制链接，可以粘贴一些链接。它可以参考，正在登录中稍等一下，我去找一个参考图。要生成一张这种类似的这我截个图，把它截下来。接下来可以看到，我们就这个到了 APP 的后台，这个 APP 叫 AVDIQ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链接在描述栏。这个是专门拿来生成一些图片。在我们点击第3个创建，进来之后我们点击左边，这里有个创建。当然这里它不止一个功能缩略图，包括什么 logo 长视频转短视频还有剧本写作还有这个它这里一共有4个功能我们就点这个。接下来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参考图这里有一个有视频的，有面部的物体的，再有个参考，我们把我们的参考把它上传进来，点击上传。好，点继续，这里输入你的要求，把你的要求写过来，然后粘贴到这里，点击创建。当然这儿我们还可以通过谷歌这里搜索一个童装的一个 logo 图比如说像这些都比较有创意的，我们可以借鉴一下。这个把它点一下放大，比如说这个把它保存一下。这我再来重新上传一下，把你的提示词输入进来。同时我们也可以让 GPT 这个 GPT 帮我生成出来的，我也可以给它一个参考图，参考以上图片帮我生成带有小鱼儿的 logo。 现在很多包括开瓦也是可以的，可以看到这个还可以这个就可以，这里可以点击一个下载。你可以多生成几组这儿相关链接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可以从里面来挑一组。这个是 GPT 生成出来的它里面还整得挺复杂的。比如说这下面我不想要这几个字，这个图你可以下载下来，把它拖进来，把这几个字截一下让它去掉 KIDS 这几个字儿。那我们要的是一个透明背景像刚才这种有背景的，我们可以用这种去除背景的这种软件来把它个背景给它去除一下，直接拖进来。 OK， 背景可以看到去除了之后免费下载。我把这个图给它截下来我不想要这几个字其实上面还可以，有什么要求直接提出来，这里小鱼儿就出来了。让它把下面的童装建一个文件夹把这个 logo 放进去。生成好之后，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文件给它拖进来，你也可以直接打开这个文件夹，直接把它拖进来。那这里可以看到，我们把这个 logo 传进来之后它这里就会显示识别到的，我们就点一个生成。那这个 logo 这里不是说就已经确认了，后期是还可以改的。好，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这里呢，它正在帮我们生成一个营销的素材这里大概可能需要等待个1分钟左右，速度还是很快的
右边这里有个预览，我们可以点开看一下。这里需要填写一下你的手机号码，要验证一下。我选的可以选中国的。好，这里点击验证，验证通过之后，接下来你就可以在这里可以大概的看一下。这里你可以来编辑一下哈，比如说自动回复设置是一个你希望这条信息什么时候发，周一到周五这里你可以选。那么发件人的地址是哪一个？那还有邮件的主题，比如说我们这个邮件的主题可以让 AI 帮我们写一个。有时候你自己去想的话，你还不如让 AI 帮你写哈。这儿比如说新品上架，就选择第2条邮件的主题接下来这里要设计内容。那这里等一会儿来讲，等一会儿呢再来给大家讲怎么样修改里面的内容哈。接下来呢我会讲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怎么样手动来做这些素材。这里我们先给它保存。刚才我已经用手机号验证过了哈，可能当你在关闭的时候呢，它需要你用手机号去搜一下验证码，要验证一下才可以继续使用。我们点击这里返回自动回复。好，现在我们来讲另外一种就是创建我们这个页面的方式，我们来手动来创建一下。我们同样点击左上角的这个 Tools， 我们点这里第一个邮箱这里，那我们点击这里一个右上角创建。好，接下来呢，它有2种方式问你一下用哪种方式创建你的电子邮件。刚才我们已经使用了 AI 来创建，接下来我们就选这个用手动来创建，直接点击进去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进入到创建的页面。大家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要设计邮件鼠标往下拉设计信息。那我们到这里可以看到它有设计和内容，它这里可以看有很多的模板可以直接使用模板调整文本就可以了。这儿我们可以直接点这个设计。接下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非常多的一些现成的模板各种不同的可以看到预设的模板，还有空白模板。这些空白的模板它只是有一个样式这里面内容就全靠你自己去增加这个是预设的模板。那么这边你可以看到这边有行业你可以这里点开看一下所有的类别分类你可以根据你的情况来选，比如说有关于庆祝的，有教育的，有推广的，有销售的，还有欢迎的你可以在这里面选一个模板。那还有如果说你之前做过邮件营销做过一些模板，这里你可以点一下在这里面有之前做过的，这个刚才有创建过的，它会保存在这个里面你也可以把它保存到中间我的模板里面。所以在这儿呢，你可以随便选一个你喜欢的模板，随意选一个，比如说每一个你可以看到随意选一个。所以我在这边选了一个跟销售相关的，比如说卖服装的，我选这个。可以看到你这里可以选使用模板，也可以预览这儿我们先预览一下，那它大概的样子就是这样子的，看一下搭配的已经非常好了。再看一下这个，它有2种可以看到这边这个是属于这个是属于电脑端的，这边这个是属于手机端的有2种效果展现，还不错。如果你喜欢这个模板你可以点这儿使用模板。那这里呢，不管你是使用现成的模板还是用 AI 生成的模板，最后它都会进入到这个邮件编辑器。比如说我这个服装的点击使用这个模板它直接就进入到一个编辑页面。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替换上面的文字这些文字都是可以看，当你的鼠标移到哪里的时候，哪个地方就会出现一个蓝色的方框，就可以去修改里面的内容。那么你还可以在图片上面去添加一些品牌的元素都没有问题其实懂得了这个原理之后呢，其实你进来改一下文字也好，图片也好都可以改。比如说这个图片选中之后，可以看到这边，那我点一个替换，这里没有我直接点这添加文件，我去上传文件，我再添加一些图片进来，再点一个添加它这里正在上传之中，稍微等一下，因为我这里上传了好几张图片。可以看到这些图片就上传进来了。比如说你要用哪一张，比如说我要用这一张，就点一个使用，那这里图片就直接替换了。那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改包括这个价格，价格可以看到你直接在这里改就可以了。比如说99，那这些颜色这些行间距这些你就到这边来改。编辑其实很简单逻辑都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就先回到刚才 AI 生成的活动页面去。那我们点击这个上面先返回，点上面这里回到设计页面，然后在这儿点击这个上面左上角的工具，点这个电子邮件。那我们在草稿这里找到
下面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用 AI 生成的一个活动页面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创建的、保存的一些草稿，它会显示到这个里面来。所以呢，我们同样我们用来点这个 AI 生成的活动页，我们点这个左上角，点击打开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有个设计和内容，这儿有一个编辑，我们点击进去编辑。接下来就到这个编辑页面了。那么这个 GetSpots 的邮件编辑器其实操作起来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直观这边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些布局可以看到一些风格，它的布局。左边是实时的预览右边就是一个工具的面板可以看到它里面的有一些什么模块在这里都能呈现出来。现在它还有一些空白的一些结构，那可以用来把邮件分成上下左右或者说几列的这种你这里可以一个一个的看比如说你先看一下它的布局，布局里面它这里有章节，有几个模块可以看，有几列的都有。第二个是它的一个基本模块可以看一下它基本是有哪几个模块，有图片、有文本、有按钮、有视频、分割线等等这些自定义的一个链接。再往下这里是一个电子商务这里就是推荐产品什么促销码的放这些的地方。再往下就是一个课程这里有个课程框这里最后就是一个以上你没有保存的一些模块就在最下面。比如说你要看到有些比较好的模块呢，你也可以把它保存下来方便我们下次直接可以进行调用。那么保存好的模块它就会呈现在这个下面，在这个最右上方可以看到这里会有一个宽度比如说是我们邮件的一个宽度，比如说这里你是设的是一个600，你也可以把它改成400、500、800这个页面的宽度呢，你可以来调整。比如说我这里改成900可以看到它这个宽度整个邮件它这里就有很大的一个变化。但是一般我们就按照它这个600就差不多，你想要宽一点也是没有问题。那还有可以看到这里一个背景颜色。目前我们的这个背景颜色是一个白色的你可以直接点击进来，你跟它换成其他的颜色也可以，比如说来点淡黄色的，或者来点这种浅灰色的都可以。我们先给它调回默认，想要什么颜色你可以在这上面来改。这里还有一个背景背景图片。如果说你想把背景设成图片，那么我们也可以在这里来，你可以把这个点击打开，打开之后你在这里来添加一个图片，在这里面随便选一个我随便选一个，这里也可以直接把图片的链接把它填在这里把图片链接添加进来去换背景图片也是可以的。那鼠标往下拉，这里还有个 header 就是一个标题你可以点完之后可以看到 header 里面，这个 header 呢简单的说就是我们的菜单栏，我们的最顶上的页眉。在这里顶上这里可以看，如果说你想更改这个 logo 也是没有问题这个 logo 你也可以改，或者说你不想显示这个 logo， 你可以直接把它关掉这个 logo 直接就不显示了。可以按照它在后面它的分辨率是多少，1024×1024你想要替换在下面可以替换，包括这个 logo 的大小，这里你可以点这个编辑。如果觉得这个 logo 它有点小，我们来一个4:3、16:9来试一下，点击一个保存。OK， 那这个 logo 可以看到它就变大了所以大小尺寸是可以在这里面可以来调整的。那么 logo 呢，你是想左对齐还是右对齐，还是想居中这里也可以来调整。再往下来就是一个 footer 这个就是一个页脚，可以点开。页脚的话它里面也是可以看到，鼠标往下拉，页脚是在这个最下面这里，这个就是属于我们的页脚。底部的话你想要展示哪些内容包括它的内容它的一个字体的一个样式，还有它的文本该怎么样对齐都是可以在这里来进行一个设置。那底部呢还有一个自定义的一个 CSS， 那如果说你不懂代码的话，你可以用这个功能它的编辑逻辑拖拽加点击修改，属于一个自定义的拖拽很简单，也不需要懂代码。那么这个就是你想要改任何地方都可以自定义任何的区域你只要选中之后可以看到这里选中之后都可以来改。你选中哪个区块它在右边就可以进行相应的一个更改。如果说有的地方你不想要，比如说这里不想要你可以这里直接可以删除你觉得哪个区域你不想要的话，你都可以直接点击这里删除。
还有对于我们的文字区块啊，可以看到，当我们鼠标移到这个文字这里啊，移到这下面这个文字，直接点击一下选中它。选中之后呢，上面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像 Word 一样的工具哈。这儿比如说你想要把这个字体加粗，或者说你想要给这个文字这里加一个颜色，比如说我就点击这里，把它改成红色。你要想把这个给它加粗，那这里你就点这个啊，上面这些键可以看到，你要加下划线呐，要斜着都可以哈。这里想要这些文字居中啊，或者怎么样啊，这上面编辑的地方啊都可以编辑。你还可以直接在这里哈，文字就直接在这儿写就好了啊。比如说这一段不想要的话，我们就直接选中之后删除，或者我在这里加一个，随便加一个，可以看到童装啊，需要加什么你直接在里面打就好了。现在呢，这个 GetSports 呢，它还自带了一个 AI 的工具。比如说这段文字哈，你想要改，那你想改的话，比如说像小鱼儿这种，我不会英文，或者说英文不好，或者不想自己写文案的一些朋友，同样我们可以交给 AI 来帮我们写。这里比如说我们选中这一句，选中之后，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旁边这里有出现一个 AI， 再我们点击一下它。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鼠标回到右边这里，你可以看一下。那这里他会问你啊，需要做出哪些改变？这里我们点击它下面这里，比如说这里有细节补充或者缩短啊、延长啊、改变语气啊、简化呀、纠正拼音和语法的错误啊，或者翻译啊等等啊，你还可以自定义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这里补充细节，这儿你可以在里面随便输入一下，点击这里一个调整就可以了。你可以让 AI 来帮我们润色来改写。你随便选一个这里点击一个调整这里可以看到 AI 正在写好了之后，这儿就直接点击替换。那如果万一不小心你这里点错了怎么办呢？可以看到这上面左上角这里有一个返回键我们直接点它可以返回到上一步。你也可以同时如果说找不到的话，你就直接点击键盘上的一个 Ctrl 加 Z 它也是一个还原的一个功能。那这里面的图片比如说这个图片你想换一下也可以直接选中这个图片，然后回到右边这里替换这我就随便上传一张图片。OK， 可以看到这图片就已经被我换掉了。如果说有的时候怕网络或者出现一些什么问题你这里的图片有的时候会打不开你还可以在这里面呢写一点替代文本在这个里面。那在这里呢，我们还可以添加一些图片进来这上面有一个返回键，我们点这个返回回到基础模块这里。比如说我想在某一个位置加一个图片进来，那在下面这个位置加一个我就把它可以拖一个过来就放在这个位置。拖进来之后，同样你可以上传图片。这里可以看到那我加的图片就直接给它加进来了。再我们点击这里一个返回，在这个 GetSports 里面呢，它还内置了一个 GIF 的照片就是这种 GIF 的一个动画。比如说我们选中这个图片，点击这里替换，那这个 GIF 的图片在哪里就在免费图片的这个后面，这里有个 GIFs， 它是一些动画它会动的一些图片。你可以找到一些你认为比较适合的一些这种动画来把它拿来使用其实有的时候呢，看图片看得审美疲劳，偶尔加一点这种动效的这种图片进去了，效果会更好看起来也比较舒服。再比如说这张我就点击使用它，这个就非常可爱可以看一下这一个动效这因为是童装，这种儿童看的都比较舒服。这里是童装再加一点这种比较可爱的这种加在这里。如果说你觉得这些元素它靠在一起了，太挤了，那怎么办呢？我们还是点击上面这个返回键，在这里面呢，这有一个分割符号，我们在中间可以给它加一个分割，把它分开来。这里我们这个很方便为什么呢？它跟我们搭建网站一样的，可以直接拖拽把它拖过来。OK， 看一下这里就多了一条横线它这个叫分割线。这个分割线选中之后，可以看到这里选中之后，这个分割线这里还可以给它配色比如说它现在是黑色的，那我给它整成一个红色的它就会变成红色的但是一般情况下默认的颜色就可以。那如果说你想删除的话，就非常简单。比如说这个区域我刚才加的，我直接选中之后，这儿有个删除，那就直接把它删除掉就可以了。或者删除，或者说这个你觉得加的看起来不是想要的，你也可以直接点这里撤回也可以。
那我们还可以在我们邮件里面加上一些个性化的信息，比如说在我们邮件的开头啊，那这封邮件我们要发给谁？比如说这里把它改一下，嗨，后面比如说你这封邮件要发给谁？我们点击这里有支笔啊，这个顶上这里大家看到这里有个小人头，有一支笔，点一下它啊，这里你要想把这封邮件发给谁？可以选中我们的目标客户的名字啊，这里比如说选一个给它加进来。那下次当我们收到我们的这封邮件呢，它也会显示它的名字，因为我们在收集这个邮件收集的时候，一般都会收集到这个顾客的名字。那么如果说联系人里面没有名字的话，它默认是会留白的，是空的。那避免出现像这种啊，比如说嗨后面是空白的啊，避免出现这种尴尬的情况，我们也可以来设置一下我们底部的一个按钮的跳转。我们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在这里我们是有一个按钮的，这里我们点击一下这个按钮，我们可以在这里来加入一个链接，比如这儿我可以把我们网站的链接给它加进来哈，你可以，那么你想跳转到哪个页面哈，你就把哪个对应的一个链接给它加进来啊，我这里是随意加了一个按钮的名字，这儿也可以啊，可以改一下，比如说我们这儿弄一个立即购买，粘贴到这里。当别人点了你这个立即购买哈，你这里可以输入一个产品的页面哈，它就可以直接到这个页面去下单。那接下来像这里按钮的颜色，你也可以去改变它，按钮的大小哈，这儿都可以调整。那么这个链接这里是可以任何链接都可以哈，你想跳到哪个页面，你就把对应的链接放进来。这里如果说你设置了一个非常满意的一个模板，或者说有一个你比较喜欢的一个模板，想要以后不要每一次都重复做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把鼠标移到这个上面啊，比如说这个板块，可以看到在这个旁边这里就有一个复制的一个这样的按钮，我们就直接点一下它啊，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按钮，那么我们直接把这个模块给它保存下来，点击一个保存啊，并且在这里我们给这个模板来把它命名一下，点一个保存，那这个模块就被保存到我们的这个模板库里面来了哈，就在最开始给大家介绍的这里有个 MyBlocks 啊，这就是我的模块啊，它就会保存在这个里面。以后要用的时候啊，你就可以直接点击它，或者说直接把它拖过来哈，看一下我把它拖过来 ，OK 就放在这个区域，那这就把它删除。随时要用哈，随时把它移过来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帮我们节省很多时间，因为有的模块其实就差不多的。保存的模块哈，它会直接显示在这个右边这里。当我们的邮件哈，你看一下啊，设计的差不多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点击右上角的一个发送。那我们直接点击这上面有一个测试和预览，这里也可以单独预览，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当前的一个样子哈。再点击这里退出预览。那接下来我们就点击一下上面这里有个发送测试信息。发送的时候这里需要填写一下我们的邮箱，点击一个发送。可以看到这里测试信息已发送。接下来我们再点的这里有个预览测试与预览，它这里有一个垃圾邮件检测我们先点一下它。那这样的话，系统会帮我们跑一次，看看有没有内容被当成垃圾邮件这里它显示目前为止我们这里是一切都是正常的。如果说你认为你这里所有的都已经编辑好了，完全没有问题了那就可以直接点击这个右上角把它保存为模板，保存为我的模板。这儿输入一个名称这儿给它创建一个名称点击一个创建。这样做呢，目的以后呢，当我们以后要发邮件的时候呢，我们就不用从头来做那这里完全没有问题之后呢，那我们就可以点击右上角的下一页。接下来呢，就来到了邮件的一个设置的一个页面这儿我们可以给你的邮件起一个内部的名称我这儿就随便取一个。那这个名称呢，主要是方便我们管理后台用的，这个名称只有我们自己能看到，别人是看不到的。接下来第二个是需要选择你要投放的一个联系人这里可以看一下，我刚才选了一个秋冬温暖系列，那我们就把它改成一样的。下面设置一下我们的发件邮箱，还有我们的一个回复邮箱。那么这个发件邮箱和回复邮箱呢，也可以不一样不一定非得一样。往下看呢，这里就是填入我们的邮箱的一个主题，这里它有要求比如说150个字符，尽量把它控制在主题控制在60个字以内
手机端多少，桌面端多少。这个不会写的朋友也可以直接让 AI 帮你写哈。比如说这个秋冬温暖系列哈，这里这个主题不会的我就直接截个图哈。那我最喜欢干的就是截图。这里有个箭头，比如说指一下这儿啊，点击这里勾一下，问一下 GPT， 我这儿粘贴一下，问一下 GPT 啊，这里应该怎么填写中英文？如果说你想要中英文回复哈，你就发一个中英文啊。它这里帮我们整理了邮箱的主题行，可以把这3点给它直接复制一下，给填到这里面来。下面这里有个预览文本哈，你可以打开看。这里啊，如果说你也是有 GPT 哈，你可以好好的把 GPT 给利用起来啊，把它当成你的一个助手。那如果说是经常要使用一些文本之类的，建议大家一定要使用 GPT-5哈。这里它有一个 GPT-5，它这里面有个分开版的啊，它的回答思考更充分，回答更优质啊，这个只有升级版本才能用到这个模型。所以啊，想要升级的朋友可以直接去描述栏哈，有一个 GPT 的一个，你可以通过GPT 的一个你可以通过视频描述栏的一个链接哈，进入到一个平台去。那么你可以通过我视频下方的描述栏，你可以直接通过描述栏的链接呢 ，GPT 的一个升级链接哈，去叫平台给你代升级啊，直接给你代充。那你还可以，比如说加一些什么优惠政策在上面啊，比如说优惠多少啊，或者一些什么优惠码。那么在这个主题里面，你可以这里有个 AI 邮件主题生成器哈，你也可以只用这个 AI 也可以啊。我是习惯了用 GPT。这个主题呢，它里面还可以插入收件人的名字。可以看到，我们点击这里右边，同样还是这里有个小人头啊，它这里有一支笔，点一下它。比如说，我想通知谁，那我点一下它，系统就会自动的把它提取到我们的邮件列表里面，我们的客户的名字就会直接插入到这个标题前面啊。你也可以把它放在后面哈，也可以把它放在前面。比如说我把它放在前面啊，它就会出现在前面。那出现在这个前面呢，它有一个好处哈，如果你的目标客户呢，因为他每天的邮件信息会比较多，如果这封邮件有他的名字哈，他点开的几率会高很多。那很多他是不会一封一封的邮件去看哈，但是如果在那一堆的邮件里面哈，他看到了他的名字，那么大概率哈，如果说是我们我都会好奇的去点开看一下。下面这里有个预览文本，那这个是收件箱里面显示在主题下方的一小段内容啊。这里有个小技巧哈，我们可以把这个预览文本写成总结邮件的一个内容，而可以用它来获取到读者的一个好奇心。比如说这儿比如说我输入一个秋冬上新75折，或者一些什么促销等等哈，这样写会更吸引人。那如果不会写，同样你还是可以直接交给 AI。如果说哈你没有任何的经验，你也是零基础的，这些文字方面的哈，这些想要像这种文本方面的所有问题完全可以交给 GPT。那他思考出来的比我们自己想出来的更全面。那接下来可以看到，回到这里看到这一步是要选择收件人，点击这里添加收件人。那么你想把这些邮件发送给哪些人？比如说秋冬温暖系列的，我们就点击这里勾选一下，再点击这里一个添加。那包括你不想要让谁收到这个邮件你还可以把它排除一下。这里可以看到排除联系人接收你的信息，你点一下，这里还可以来创建一个新的列表你可以来创建一个，把这些不想发邮件的人把它整理成一个列表，选中之后点击去排除。因为有很多人现在如果说人家反感你收你这个邮件，那你还再发的话，那么这种人家就直接把你可能放到这个垃圾邮件里面去了。好，接下来我们鼠标再接着往下拉，这是我们刚才已经设计好的，往下拉之后这里就有一个立即发送，你可以选择立即发送，也可以选择稍后安排。那这个稍后安排呢，就是属于一个定时发送了，你可以点进来看一下，可以安排时间，比如说你想几月几号这里面点开来，比如说我想20几号几时几分这里都可以选择，包括你的时区这里来自哪个国家，你想要哪里的时间这儿都可以来改。
或者这儿呢，你有的地方还没有想好的情况下，你可以直接这里保存为草稿。那么到这一步呢，就是最后一步啊，那你的 Xbox 里面的第一封邮件营销呢，整个流程呢，相信大家已经学会了。刚才的整个流程下来，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流程。这我们先可以给它保存为草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创建我们的落地页。什么是落地页哈？所谓的落地页呢，就是访客点击之后进入到访客他点了我们的链接进入的一个营销页面。这个页面也是非常重要。接下来呢，我们就带大家来看一下怎么样制作这个落地页。那视频看到这里呢，还有没有订阅小鱼儿的朋友啊，可以订阅一下我的频道。如果说你也想要自己亲手搭建网站，想要零基础来建一个可控的网站，那么可以来看小鱼儿之前的这期视频哈，3小时的一个零基础教程，也是手把手让你从0到1来搭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一个完整的一个网站。落地页它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独立的一个页面，就是专门来完成某个任务的，比如说收集线索呀、推广产品或者说让用户注册。那落地页在哪里创建呢？我们鼠标往上拉，还是点击左上角这个工具，那么这里可以找到这里有一个落地页哈，在这里哈，鼠标点击它。好，接下来来到这个页面，那我们这个落地页它跟其他的页面不一样哈，落地页里面就只有一个目的，比如说我们要收集客户的一个邮件，那我这一个页面它就是收集访客的一个邮箱号来建立我们的邮件列表。那么大家仔细往下看哈，学完这一节的话，你又会学会一个新的技能哈，搭建一个能连上邮件列表的一个落地页，也不需要你会代码哈，也不需要你懂设计，操作步骤也很简单。这儿我们鼠标回到右边哈，这里直接点击创建落地页。这儿有2种哈，可以看到你想怎么样创建，一个是通过 AI， 一个是使用一些模板。那么这儿呢，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这个模板，我们就点它。当然你要想创建一个新的落地页哈，你可以去创建点右上角去创建一个新的落地页。那么同样可以看到现在里面有很多现成的模板，我们这次也是用模板来给大家制作哈。我们先看一下上面有分类哈，可以看到这上面有很多，比如说成人、娱乐、汽车、美容、书籍、工业等等这儿一共有10多种分类。那么你是做什么类目的，你可以在上面选，点开这里更多看一下。那我从这个下面看一下哈，你可以找你相关的。我这儿比如说做的是衣服，那么我就找一下跟衣服相关的模板，模板非常的多哈。比如说就这个吧，可以先看一下，这儿有预览，先预览一下。这就是一个落地页哈，大概的一个样子，还可以哈。这种落地页它很简单哈。如果你觉得这个是你觉得还可以哈，想要用这个模板，我们就直接点上面这个顶上这里有个使用模板。进来之后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就来到一个编辑页面了，可以选一下它。那么这里可以看到左边哈，这里它是我们的一个预览区域，那右边这里呢就是我们想要编辑的一个区域，就是一个编辑的面板。这个其实和刚才那个活动的页面这种编辑的方法都差不多哈。唯一不同的是呢，这里的面板呢，它会根据你点到的区域，比如说我现在点这个区域，你点到哪一个区域哈，就可以看到在左边这里相关的一些修改信息，比如说这里要改文字大小字体的样式包括字体的颜色呀，要怎么样对齐等等，这些都可以在这边改。右边可以看到这里分为几个部分，这里是针对每一个区块的哈，可以看到你改某一个区块的话，你可以点了之后，这边可以来换图片加链接什么的这里呢，我们只能看到这一个页面哈。这儿如果说我们想要看其他的页面，切换一下怎么办呢？我们就点击这里右上角，这里有个管理页面点一下它，也可以在这里来快速的切换页面。这里其他的页面可以看到还有其他的页面这是首页，还有感谢页面哈，这是个感谢页面。那比如说你把这个首页这里改完了你想改其他的页面，比如说感谢页面，那你就点了这个感谢页面，在这里再来一步一步的全部去进行一个修改可以自由的切换这3个页面。第二个这里点一下它，第二个就是一个布局。第二个这里它是一个
全局设置啊，你可以在这里一次性，比如说设计一下你全局的一个样式啊，比如说这里颜色这些，还有字体这些，包括你网站的整个网站的语言可以看到哈，这里面你都可以改啊。这儿比如说我随便拉一下看一下简体中文，这里它会出现一些中文。如果说想要返回啊，我们直接可以看到左边这有一个返回键啊，回到刚才的页面。配色这些哈，你都可以调整，包括按钮的风格哈，可以看到这里面它是有一些按钮的风格哈，这儿也可以换。你可以直接在这下面，比如说你想要加入点什么，比如说像这个按钮啊，直接可以拖。那我这儿选中这个按钮哈，它现在是这种形状的，你可以在整体里面呢就把这个按钮给它改一下。那我给它改成一个椭圆形的啊，看一下，刚才是长方形的。还有它的大小，看一下尺寸，这里你也可以改。颜色这里看一下，也可以点一下它。比如说我想换一个颜色，字体的颜色看一下，它就换成了绿色的。那这里有个更多调整，你可以点开。这是文字的颜色哈，恢复到刚才。这个是按钮的颜色哈，比如说你要给它改成这个绿色的啊，这都可以。那这里可以看到，如果说你觉得在这边不太好操作哈，你可以把这个钉先给它取消，你可以把这个块儿给它拖动到这边来进行操作啊。如果说你习惯看这边的话，你可以把它拖过来操作。好，这下面是字体，看一下哈，字体。好，下面就是一个按钮哈，刚才给大家讲了按钮的风格、按钮的颜色。用完之后呢，你可以把这个钉给它点了，再把它放回去。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制作一个好的落地页呢？这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是现在是平板端，这个是手机端，怎么样才能制作出一个好的落地页？这儿我们可以啊，这样可以截个图，问一下 GPT， 怎么样才算一个好的落地页？点击这里发送，可以让它给我们一些意见哈。首先一个，他说要有一个清晰的标题，有一个吸引人的视觉，有一个产品服务亮点，强烈的行动号召。其实总结就一句话，一个好的落地页就是清晰的定位加吸引的视觉，再加一个明确的一个价值，最后加一个强烈的行动号召啊，一共就是四个步骤，4个环节。所以首先一个好的一个标题哈就至关重要，标题这里需要直接抓住顾客的一个眼球，可以说到一些利益点，来一个清晰的标题。我觉得要加上一些标题哈，你就可以这里把标题给它弄好。这样子，如果说你觉得哈一个一个来改比较麻烦，我们可以直接让 AI 啊把我们的需求点告诉他。我这里呢，直接给他一个这样的一个提示语啊：高转化的落地页，4大关键要素。第一，好标题抓眼球啊；第二，用视觉强化信息啊；第三，就是一个行动号召；第四，就是客户的好评。那么有个小技巧呢，就是要专注。一个页面一个目标啊，东西太多反而会影响转化。当我们了解了这个落地页设计的一些基本的一个逻辑哈，有了一些基本的概念，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来设计我们的整个页面。好，这儿我们先发送给他，接下来我们再重新来截个图，让他帮我写个直接可以用的文案。那这儿因为我是童装哈，比如说他这里小鱼儿童装秋冬温暖系列。这里给孩子舒适的温暖，给和校园里的自信笑容。这儿我们可以复制一下哈，如果太长你可以删除，那我们到这边来，长的后面这一句我们可以直接给它删除，用前面的这一句就可以了。接下来呢，在下面呢给它加一个副标题，把这个副标题给它输入进来，副标题加在这个里面。中间这里有一个哈，中间这个可以不要，可以把它删除，看一下 OK， 直接这样就可以。如果你不想让它靠得太拢哈，你可以这里点击添加元素，你可以点击这里添加元素，比如说要加一个文本，你就拖一个文本进来啊，这边可以加文本，可以加按钮，可以加图片，这些视频这些都可以加哈，直接拖动过来就可以了。第3个选择这儿就是添加元素哈，跟我们创建网站是一样的。那么这里标题这个文本，我们可以让它字体大黑一点，粗一点。可以让它稍微小一点，这个呢太小了，可以稍微给它加大一点。标题还可以给它加上一个颜色，好，这种带一点点黄色。好，下面这里就是一个行动号召哈，这儿因为我们制作这个落地页目的是为了收集邮箱哈，所以我们给它换成一个注册表单。这儿我们点旁边这里有一个删除键，
把它先删除。找到这边这个加号添加元素，这里有一个，这有一个 for， 直接把它拖过来，放在这个位置，把它拖到这里。好了，接下来可以看到它跳出来一些样式啊，看你喜欢什么样的这种表单的样式。这边还可以选哈，点击这里面有很多，它内置了一些模板。那么喜欢哪一个，你觉得哪个合适，你可以选哪一个。这儿我随便选一个，比如说第一个，点一下它啊，可以看到这儿它就直接到我们的落地页了。选中之后呢，你可以看到在左边这边呢，点中之后可以看到在左边这里也有相关的一些编辑按钮啊。这里有个次端哈，如果说你要想添加的话，这里你可以点开它，那么你可以在这里自定义的来添加啊，你要删除或者要添加都可以。一般情况下，我们有个名字，有个邮箱就可以了。那下面这里有个成功视角哈，这个我们可以点开它。这里你可以看到，比如说我们提交表单后，接下来该做什么？这里是显示一条信息啊，让使访客留在同一页面，还是把它引向另外一个页面或者网站，或者说显示这里一个感谢页面。这里你可以选择一下。第三个，这里就是一个设计，设计里面分几个板块啊。第一个是标签，还有下面的按钮。按钮主要是改一下它的一些显示方式哈，比如说是正方形的，还是这种椭圆形的，还是这种带点椭圆，还是这种纯的一个长方形的。这里就不用搞那么复杂哈，其实这个收集一个表单就越简单越好。在这个上面哈，我们可以设置一些文字提醒。那么比如说哈，通常用的，比如说提交邮箱，留下你的邮箱，获得多少的一个优惠。那这里我们还可以跟这个邮箱收集的这里添加一个标题啊，点击这个加号，点击这个标题文本，加哪种类型的标题，你可以看一下，随便选一个。这儿比如说选一个留下邮箱，立享首单15%，复制一下啊，把这个标题给它添加到这里。这个标题的话，让它居中啊，这边看一下啊，让它居中。大小也可以把它调一下，稍微大一点，这样就可以。这样呢，给出这样的一个标题哈，让人家看到之后啊，他愿意留下他的一个邮箱。邮箱的颜色哈，你也可以，它的底色可以看到是灰色的，你可以点一下它。我们可以点这边这一个 black， 邮箱的底色这里你可以看一下，灰色的，可以给它改一下啊，带点这种。有一点底色就可以了啊，你可以这样子去改啊。这边可以看到哈，这边调整一下按钮啊，这个呢是调整这里面的这个按钮，看一下你想要一个什么形状的。这个是按钮的一个要透明的还是要有颜色的哈，这里啊这个要大小要怎么样的哈，这里可以看一下，这个是居中还是靠左靠右哈。那么这个邮箱越简单越好。文字这里你想改这里面的这个框啊，你可以看一下这儿，你想要什么样形状的，也有椭圆的啊，大小不合适，你还可以把它调得更大一点啊，这个没必要那么大，这个大小就差不多。好，顶上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 logo 哈 ，logo 这儿可以替换一下，编辑上传一个，再用我的这个 logo， 对，把这儿 logo 给它换一下。这里呢点一下啊，你可以来把你的社交媒体，比如说你的 Facebook、IG 这些链接哈，可以把它加在这个里面。不需要的话，你也可以直接把它给删除，也是可以的。整体的一个宽度啊，可以看到，你可以在这个全局模式里面，你可以来设置一下啊，你想要把它整个铺满，还是想要两边留白啊，你都可以这里可以调整。标题的颜色哈，你直接选中哈，包括这个文本如果太小，你这可以让它稍微变大一点。那么这样一个简单的落地页就好了。下面的图片啊，你直接去换就可以了。比如说这儿我点一下它啊，这里直接点击去换掉这个图片。那我这里就随意的上传一张进来。下面这个图片也是一样，把它都换一下，符合我的这个童装。OK， 这是邮箱收集在上面已经有了的话，多余的我们就把它直接删除，用不着了。这儿可以把它拉过来一点。那如果说有的时候你想改它有的上下两个的间距，比如说这里两个间距怎么样改呢？那这里告诉大家一个调整间距的一个方式，你点击这边的这个加号，这里面它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分割线哈，那我们把它放到这个中间，可以看到这样它就把它分开来了。那么这儿也是一样哈，给它一个分割线。这个分割线你可以看到这儿分割线你选中之后，这里也是可以调整它，你要让它长一点，看一下哈。
那么可以让它长一点。上面这个也是一样，有点短了，我们把它调的稍微长一点，差不多这样就可以。分割线的颜色哈，刚才也看过，颜色这里也可以改了，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就默认黑色就可以了。那这里可以看一下哈，这个是我们的，再看一下，点击顶上这里有个手机端，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手机端的一个效果。再看一下电脑端的一个效果，先点一下这个按钮到编辑页面，这里再把它分开一下，这儿也是重叠在一起的。好，看一下电脑端啊，这个是在电脑端显示的一个样子。那么如果说在移动端某个区域你不想显示，我们先回到这个桌面端，比如说这个区域不想显示，你选中它，先把这个关掉哈，先到编辑页面。这儿不想显示，选中它，选中之后回到右边，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它这里就有一个隐藏在移动设备当中啊。比如说移动端不想显示，就直接把它打开，打开之后它就把它隐藏掉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好，那这个区域就看不到了，它就隐藏了。这个是隐藏的一种方法啊，大家想要隐藏的地方，你可以按照这种方法来隐藏。那如果说你想额外再添加一些内容哈，添加一些区块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要加上一些什么社交证明啦，那有的顾客他买了之后觉得好用哈，他会留言啦，这种就一些社交证明啊，让这种顾客的话，他看到这种信息呢，他会更加的相信。我们点击右边的加号，那这里有个区块，我把它加在这下面一点，这里在这个位置，区块把它拖进来，放在这个中间。这里他会问你需要加什么区块哈，这儿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有些分类，比如说 FAQ 啊，选择一个小区块啊，比如说你可以拖一个客户评价的区块啦啊，这个客户评价的话，你也不一定要写客户评价哈，你也可以写一些产品的卖点都可以啊，你产品的独特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地方，这我就随便加一个哈，我看一下，比如说这个就加这个进来。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来编辑一下里面的内容啊。这里个地方我们可以交给 AI， 让它帮我们写几个客户评价。那这儿我们可以交给 AI， 让它帮我们写客户评价，直接让它翻译成英文。接下来我们来复制一下，好，再把它全部粘贴过去。那把这里面内容全部给它替换成一些相关评价内容，这样可以提高产品的一个信任度。那这些都是一些客户下单之后的一些感想啊，一些真实感受。这个页面的背景哈，可以看一下页面的背景，选一下，尽量浅色一点哈。好，那这个呢，页面其实做的越简洁越好啊，不需要搞得花里胡哨的。这里右上角这里 logo 也替换了，大家要提前去把你的 logo 做好啊，替代文本这些把它写好啊，你可以写上你品牌的名字，这样即使这个图片加载不出来哈，它也会显示你的品牌名出来。同时的话，它对这个 SEO 和一个无障碍访问也是有帮助的。那这个就是我们的首页哈，刚才简单给大家演示了一下啊，简单的做了一个页面的一个操作。那么如果说你想要这个页面好看，那肯定是要花时间去在这上面自己好好精心的来把它设计一番。好，那首页这里呢，基本上就差不多了。那我们点击右上角这里一个页面管理，那还有其他的2个页面，你可以看一下哈。这儿还有个感谢页面，这个感谢页面呢，其实就是用户提交这个注册表单以后看到的页面啊。当他提交了他的这个邮箱，提交成功之后，接下来它就会显示我们的这个感谢页面。那它的作用呢，第一呢，可以确保一下用户已经操作成功；第二呢，告诉用户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要利用好这个页面，引导客户进入下一步。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收集邮箱是为了发放一个优惠福利啊，让更多的人下单。感谢页面呢，逻辑呢就是引导用户去我们的商店里面，这些很多东西这不需要的就可以删除一些啊，可以看到这里直接点击删除。那其实我们整个邮件营销落地页啊，简单清晰的告诉观众你想干什么就可以了，不需要搞得花里胡哨的。同样这里我们截一个图哈，直接发给 GPT 啊，让他帮我写一个感谢页面的感谢页面目标，帮我写个感谢页面目标是引导客户去我的秋冬新品去页面去领取优惠，点击一个发送。那感谢这里哈，感谢加入小鱼儿的童装。好，把这里先改一下，字体可以稍微再粗一点，小一点可以。好，下面这里文案写一下副标题。
添加进来。这个字体也可以稍微大一点，太大了。可以给它整个颜色啊，这我给它弄了一个黄颜色的。下面这些可以不要哈，这下面可以全部给它删了。这里我们可以给它加一个按钮，点这个加号，拨动一个按钮来啊。这儿有很多按钮，你要哪一种醒目一点的哈？这个按钮上的文字改一下，比如说这上面写个立即领取，把链接添加进来。把你的这个页面哈，能够领取优惠券的商店的这个页面，把它粘贴到这里啊。客户呢，他就会直接跳转到这个页面去看你的相关页面。添加进来之后呢，这儿我们显示在新窗口打开啊，在另外一个窗口打开，不要在同一页面哈。点击这个就可以了。好，这个落地页就非常简单哈，一个感谢加上一个行动号召，加一个口令，加一个按钮。好了，之后我们就点击右上角这里一个下一步。首先这儿是需要输入一个页面的一个名称哈，这里可以来编辑一下，比如说一个我这儿随便编辑一个秋冬上新价，就给这个页面起一个清晰的名字哈。那这个名称只有我们自己能看到哈，访客是看不到的，方便你自己能够区分。最好是在后面加一个时间点哈，比如说9点9啊。第二个是我们的联系人的一个列表啊，你要选择哪一个页表看一下。那么接下来这里是你需不需要把你的联系人添加到自动回复循环中，如果需要你就把这个按钮给它打开。好，这里选好一个系列了，下面还有一个这里是一个这个是一个双重确认哈，这个有些需要双重确认之后才能发一些邮件。那么这个需要先注册确认才算是订阅成功，这个主要是看国家哈，有的国家它是需要你把这个打开啊。下面一个这个就是自动回复啊，刚才给大家讲了。那这儿因为我们需要注册之后立马发送优惠券，我们就把这个给它打开。我们把这里首先这个时间呢设为0，这个就是注册当天哈就立即发送。那么这里是访客是否需要输入这个验证码？有时候为了防止一个机器人哈，有的人是机器人注册的，很多它都不是人工的哈，所以这里需要就把它打开一下。下面啊，如果说有的联系人他已经在我的联系列表里面了，那么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做？那第一个是告诉他已经订阅了，第二个是更新一下他的联系方式。我建议大家选择第二个，万一顾客他更换了他的邮箱哈，我们也可以第一时间让他及时把这个邮箱给修正过来。那接下来这里就是一个网站的图标，每一个平台也好，每一个网站也好，都有它的一个图标，可以看得像 YouTube 就是这样的啊，一个红色的一个长方形里面加一个播放的按钮啊，这就是 YouTube 的一个图标。那么这个 Xbox 它的一个图标有点像一个邮箱这样的一个图标啊，每个网站都有的一个它专属的一个图标。这里你也可以来点击这里来啊，上传你的这个图标。那图标建议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网站。这个图标实际是一个图标生成的一个网站，这个网站你可以直接生成图标，非常的方便。你也可以生成文字图标，也可以生成表情图标，或者说把你的拼音呢转换成图标这里可以看到哈，有文字转图标，有表情转图标。比如说我们点中间这个文字转图标，接下来可以看到这里一个 F 它就会给出这样几个图标。比如说我这里换成一个 M， 那么你可以看到这里 M 图标它就是这样子的。那你还可以替换它的颜色。那么这个你还可以换它的背景看一下这个呢它的文字的颜色，随便你给出什么样的，比如说我写个数字哈，它这就是数字图标，看一下这个就是一个去的一个图标非常不错。比如说这儿，我这儿打个鱼哈，就这样子的那这里你觉得可以这颜色你觉得没有问题了，没有问题就直接点击这里一个下载，可以把它保存到里面。所以这里相关的一个链接呢，我都会把它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大家可以打开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来试一试。我们回来直接点击这里有个上传，那么可以看到我存在里面，把它解压出来，这儿把它提取出来了。好，接下来我们再来上传一下。好，我们接着往下看，下面这里有个 cookies 同意的一个横幅，大家一定要把它打开。打开之后呢，它能保证各个各个国家的一个合规因为在欧美国家我们必须要有 cookie 大家很多时候你去打开别的网站，你都能看到下面要让你同意这个 cookie 要同意之后你才能访问这个网站，所以这个很重要，需要把它打开。再往下来，这里就是统计，后面有个数据的一个统计。那么这里统计是可以开启这个落地页统计的一个功能，还有可以追踪访客的一个数量。那后面大家也可以绑定这个 Google 分析，做更详细的一个追踪。怎么样开启这个 Google 分析呢？这儿你可以把这个按钮打开，这里就是有一个 Google 的一个
分析哈，你可以把你的分析的 ID 呢，在这里来给它填进来。那相关教程在下面可以看到，这下面有相关的教程，你可以直接点进去看。好，我们再接着往下拉啊，这里就是填入商家的一些信息，填入最新的一些发件人的信息，发件人的所在地啊、电话号码、邮箱等等。那么就是这里啊，可以看到，点进来啊，填你商家的一些什么电话号码、公司所在地啊、邮箱等等。填好之后呢，点击这里继续。接下来就是填这个落地页的名字。那接下来这里填入一个域名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GetSports 呢，这个是域名，它是下面的2级域名。那你也是可以直接用它哈，用它可以直接上线。这个页面的话，如果说你只是想要快速上线测试的话，那你可以暂时先用这个，后面再接入你自己的一个域名也可以。如果说你想专业一点的话，你就建议大家可以直接去换成哈，比如说像 YouTuber 这样的一个.com 啊，换成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域名。所以说落地页的话，最好还是用自己的一个域名哈，这样看起来更专业哈，不要去用那些乱七八糟的。那这里如果说你没有域名哈，没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域名哈，它就会这里跳出来这种属于2级域名。建议大家还是要买一个自己的域名。还有买域名的话，也要去这种专业的网站哈，比如说像 Hostinger 啊，像 Hostinger 这种域名主机服务提供商。那这个呢，它也算是一个老牌子。Hostinger 的链接哈，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评论区哈，大家可以到这2个地方去找一下。主要推荐它呢，主要是因为这个 Hostinger 啊，这个域名，大家可以直接来这个网站。如果说你还需要购买主机的话更好，购买主机它就直接送你1年的免费域名使用权。有域名的哈，可以直接来连接你的域名哈，直接把这里输入进去。如果没有的呢，那你也可以先暂时使用哈，这个如果说上线之后还是要换的。没有域名的话，就只能点击这里先去测试一下。那如果你有域名的话，你填好之后，接下来就直接填上你的域名呢，直接点击这里去连接。这里呢，你需要为你的这个落地页起一个名字，再点击下一步。有域名的话，你会直接进入到一个活动页面。好，接下来呢，我们可以来到 Hostinger 的后台哈，把我们的网站的 DNS 改一下。那 GetSports 呢，它有给我们推荐这个 DNS 怎么样改哈。回到这个 Hostinger 我们买的域名后台啊，点击左边的域名，点击域名之后，接下来我们来到这边的域名啊，后面有一个3个点，这里有个编辑 DNS 区域，点一下它。接下来我们就来修改 DNS， 修改我们的 DNS 记录。每一个域名主机提供它的后台都差不多哈。更改这个 DNS， 我们主要修改 DNS 的服务器，把这个 POS 给我们的 DNS 的一个服务器呢复制到一个地址。那么这里有个更改服务器，这里有个更改名称服务器，点一下它，这儿点这个更改名称服务器，这儿我们把这里复制一下。接下来呢，你把 GetSports 里面的一个 DNS 服务器复制一下啊，把它连贴到这里面来。连贴好之后呢，直接点击一个保存就可以了。一般保存以后呢，一般是24小时生效啊，但正常要不了那么久，大概也就20-30分钟就生效了。这里改好就直接点一个更改，有的就直接连接，没有的就先点这里，可以先去测试，点一下这个按钮。那么你能看到这里它大概的一个样子。这里你还可以去编辑哈，这下面可以看到有些相关的一些数据。有哪些访问啊，浏览量怎么样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直接返回去哈，回到这个页面再看一下。这就是我们刚才建的2个活动页啊，落地页。上面这个可以看的是我们刚才创建的一个落地页。如果你的域名已经连接进来的话，这里你能看到它有没有生效哈。那如果说你要管理你的域名，你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头像，这里就是一个邮箱和域名。那点进来之后，就可以对这里面进行一个管理。这里可以选择第2个啊，这就是我们创建的，这个是我们刚才创建的。这里你不要，你也可以点击这3个点，也可以把它这里给它删掉啊。你也可以点击这上面这里增加一个新的域名进来也可以。那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设置一下自动回复。当有人订阅了你的邮件列表，那么我们默认要给他发送一封邮件。那邮件如果说你手动去回复，可能效率太慢，你也不知道客服什么时候会注册邮件。所以说我们需要设计一个自动回复。它的作用呢，在用户注册以后呢，自动发送一些预设好的邮件，比如说欢迎邮件呢，或者是一些优惠券啊。为什么我们要自动回复呢？第一，可以节约时间。那在客户发送之后，就立马能收到回复。那邮件因为是自动发的哈，不用手动操作。第2个呢，就是可以互动
让订阅用户感觉有人一直在关注。第三个呢，容易扩展，无论是有100个、几千个、几万个都可以同时覆盖。注意我们这里说的是一个邮件的一个自动回复啊，它跟营销自动化它是不太一样。那么营销自动化呢，它会根据用户的一个行为去触发动作，而自动回复是固定的时间表，这个它更适合新手我们作为入门的话，那么这个更适合新手。好，接下来还是点击左上角的工具，那么我们点击这里一个自动，这儿可以看到这是 AI 自动生成的这个草稿，那这个我们可以直接用。你也可以点击上面的，这里有一个创建自动回复，自己去做也可以。这里可以点击这里去创建创建同样分为一个模板创建，一个 AI 创建。那我这里呢，我们就用刚才生成好的这里直接点击这可以来编辑一下它的一个标题，给这个邮件取一个相关的名字。那上面这个名字只有我们自己才能看到。这个最主要就是你们最主要就是自己内部能够区分不要搞得重复了下面有一个这里有个关联列表，你要选择哪些人去发送。比如说我们还是选择这个，这里时间确认一下你在什么时间，你默认是明天还是今天，还是注册当天立即发送，这个保持默认设置就可以了。那下面还是这里有你选择星期几到星期几，这里是全部勾选掉了，默认的就行。那下面这里就是一个回复邮件，确认发件。这儿我们都用专业的邮箱尽量不去用谷歌邮箱这些什么其他的邮箱。下面这里是邮箱的一个主题这里是可以看到，这里还有一个预设的预览的一个文本，这里可以自己写，也可以交给 GPT， 不会写就直接截图就可以了，直接问他这里怎么填写。那他给出了你大概的框架之后呢，你就自己去修改一下就行了。第一个可以这个比如说是它的一个英文版的，直接把它输入到这个里面来。那同时在这里可以看到，在这个标题里面你可以直接加上你想发给谁你可以把他的名字给他加在里面，这样效果会更好顾客会想哇，你记得还知道我的名字。下面这里有一个编辑列表有一个编辑器，编辑邮件的可以直接进入去进行编辑。那它里面的操作方法和之前讲的落地页呢都是一样的，你可以直接点进来看改标题改文字改封面改图片，方法都是一模一样的。那么这里标题，比如说你想改一下这个标题直接到这里面来，或者随便复制一个字体的大小你可以在这里来改一下，改到20。那选中之后，这里可以看到想把文本变粗也可以。那下面这里可以输入你相关的一些优惠政策，可以稍微大一点。下面可以看到还有一个电商功能，可以点开看一下。这边就有一个优惠代码，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拖到这边来，直接拖过来，来创建一个优惠码。它这里有一个新的标签，选中之后可以看到这里直接点击进来，进到这个页面，到这里来输入一个标题。这个标题只有自己能看到，这也就是方便自己区分。这里来填入一个优惠码，只要别人输入这个就可以获得20%的一个优惠。那如果说你用的是这个 Shopify那你还可以直接点集成电商平台这里直接去集成你的平台，那它就可以自动同步你的一个优惠码同步到比如说其他的 WordPress 搭建的一些WooCommerce 搭建的这种商城或者这种 Shopify 这些商城都可以。如果在这里呢你还没有注册 Shopify 的朋友那么现在 Shopify 呢可以3天免费试用，并且可以享受3天的一个免费试用，并且之后的3个月呢每月只需要$1，相当于前3个月只需要$3这里想要零基础搭建独立站的朋友想搭建 Shopify 的朋友可以来点击描述栏的链接去进行注册，并且我也之前有给大家分享过零基础搭建独立站的一些教程，大家可以直接点击链接去看，所有相关链接我都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了。好，这里把优惠码填进来之后，点击一个下面创建优惠码，那系统它就会把它加到我们的电商工具这个优惠码的这个标签里面来。回到刚才这个页面，再看一下其他的内容。这儿我们来刷新一下看，这系统还没有更新如果更新了，你就能看到你生成的一个优惠码。那么顶部的 logo 可以看到，这里logo 就是我自己的一个 logo。这个布局大家也可以调整一下，那方法跟之前都是一样的，图片也是一样的直接去换一下。好了，之后点击上面的这个按钮，上面也有测试与预览这里有一个保存，你可以先点一下测试与预览，这儿直接点击一个发送。好，这儿我们点击下一步。
那这样一个完整的注册发送优惠券的自动回复就搭建好了。这样自动回复就上线了。从现在开始凡是通过你的落地页注册的新用户呢，它都会自动收到欢迎邮件还有优惠券。那这里我们一直拉到最底下，我们点击这个保存并发布。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制作一个网站注册的表单。那么表单的作用就是直接可以从你的网站里面收集订阅，用户自动触发。用户他会自动触发欢迎邮件还有优惠券它可以帮你把一些在网页上面来逛的一些顾客呢变成订阅者。怎么样操作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还是点击左上角的这个工具，工具下面的这里这一个就是一个，我们点这个第二个提升曝光，下面这个分类，点这个表单和弹窗。那接下来就来到一个创建页面，我们点这里去创建。那同样还是有你可以从模板开始也可以从这边的从零开始搭建也可以。那我建议大家选择从这个模板开始。这儿系统呢，它会问你是做一个弹窗还是作为一个嵌入式的表单。我们这里选的第一个点击下一步这里面同样它有很多现成的一些模板。那么你还可以选择可以看到这边是一些空白的模板这边是一些有现成的模板。如果说你想自己从零开始建的话，你直接点右边的这个从里面去选一个你喜欢的一个样式。那我们还是可以找一个现成的模板来看一下。其实这个不一定要很好看这个简单就可以。还有各种样式的，看一下。在这儿我们就选择这个，点击这里也有一个预览一下。那么你觉得这个没有问题，就直接点击使用这个模板。这里编辑和我们之前一样，你选中之后可以看到每一个地方它都可以改的。那你想要添加，同样这里有一个添加功能，这里面要添加按钮添加图片、添加文本都可以。这个第一个按钮就是设置这里可以看到它有几个模板有几个样式的，还有这种样子的。还有这样的还有这个样子的，就一共有这样几个样式，看你喜欢哪一种。你是想要这种全屏的，还是想要这种只是显示中间的？那这种弹窗的话，这样就可以了，不用像这种太宽了。往下拉，我们可以先来改一下这个背景颜色。这里是背景颜色，看一下它现在是这种很浅色的，你点开它，比如说你想换个其他颜色这种颜色都可以。想要亮一点的颜色，你可以改成和你的品牌色调差不多这样就看起来更协调。一般情况下都是用这种浅色系的尽量不要用太深的颜色。最百搭的还是这个白色。那么这里弹窗大小建议还是就用它的50%就可以了。标题这里可以改一下比如说这个立即领取秋冬优惠，直接建议把它翻译成英文。第二个这里还有一个正文，这里你还可以再强调一下，有需要的你可以留着不需要的可以直接点击这里的一个删除。删除之后这个页面看起来就更简洁一点。那我们再点击一下这个表单元素，那下面这里就是一个姓名和一个邮箱就可以了，这样就行了，不要把它整得太复杂，越简单越好因为太复杂了人家一看到就想跑路了。下面这里还有一个注册成功之后，可以看到这里注册成功之后，那么这里就是成功视角。成功之后呢，它提交表单后，接下来会显示什么？好，这里就是立马会显示一个感谢页面。接下来这里有一个订阅设置，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点击一下它选择联系人，把它保存到哪个分组里面这儿比如说是秋冬系列的，你就可以把它分到这个组里面来。那如果说你的网站做的是不同的产品，最好多建一些分组把每一个分组对应一些联系人列表。如果说你所在的国家它有这种双重认证的这种要求的一定要把双重认证打开。它主要是防止这种垃圾注册、机器人注册。那底部这里可以看到还有一个设计，其实跟之前创建这个落地页这些都是一样的。这儿就是更改一下这种按钮的样式看一下这按钮。可以选择这种，也可以选择这种的，以及这些字体大小这些，还有配色等等这些，你都可以来改。那它这里还有一个标签这里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样式设置完以后，我们把上面这个给它打开可以来预览一下。那这个就是展现出来的一个效果那如果说访客从这个页面进来，它弹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那我们关闭一下预览，你还可以看到这里它这个是电脑端的一个样子，看一下手机端的一个样子。那么手机端呢，你也可以对手机端进行一个单独的一个设定。
你可以稍微去改一下它的间距啊，或者说它的边距啊。这里边距你看可以调整，想要字体小一点，可以把它缩小一点。上下的边距看一下啊，这儿也可以调整，这样就差不多了啊。没问题之后，我们点击这里一个下一步。好，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些设置啊。那因为我们做的是这个潜入式的表单呢，系统会给你一段代码。但是我们刚才选的是弹窗表单哈，不是潜入式的表单啊。弹窗表单的话，所以这儿我们需要来设置一下。第一个呢，可以看一下是一个这个第一个是来看一下我们的选择一下我们的受众，比如说谁可以看这个表单，谁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表。那这里你可以来选一下，比如说只有新访客呀，有哪些设备显示啊，包括有哪些国家哈，这里都可以选哪些国家。如果说有的国家你不想显示，你也可以直接把它屏蔽掉。选好之后就点击一个保存。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如果说你是做电商的在这里你可以点击这里去连接你的店铺，没有的我们就看一下下一个这儿就直接去连接你的商店、你的店铺就可以了。第三个是触发的一个条件这里你可以点进来看一下。第一个你点开，比如说客户他浏览多少秒以后弹出来。那第二个呢是比如说客户呢他在这个页面滚动了多少，比如说滚动到30%，邮件营销邮件这个列表就会弹出来，或者说是退出来的什么时候，或者说任意点击一个键以后它就会显示。这些设置你都可以来看一下。比如说我们想让它在我们的这个页面，比如说他进来看了10秒，10秒其实有点短了，15秒或者20秒的样子。比如他进来20秒之后呢，我们就设置触发，20秒之后它就会自动把这个邮件列表弹出来这个时候呢，顾客他就可以在里面来填写他的信息这是相关的一些条件。那下一个是一个设置，定时的规则，你可以点击进来。这里比如说显示它的一个停止显示比如说用户呢，或者说点击过后就不显示这个弹窗，因为他已经点击过了这里就不用显示这个弹窗。这里来设置一下点一个保存这上面所有的完了之后，我们就点击下一步。接下来呢，如果说我们想让这个弹窗在我们的网站生效你希望它在哪个页面进行显示，那这里你就可以把相应的一个页面链接把它添加进来。比如说我这儿举例我就把小鱼儿的频道链接给它粘贴到这里。你建好的一个网站，你是希望把首页给它上面有一个收集邮箱的这样的一个弹窗，还是希望它出现在其他页面？想出现在哪个页面，你就把相关链接贴进来。那如果说你希望把这个弹窗潜入到你的网站里面来，那也没有问题因为你的网站、你的品牌官网本身就自带流量。那你想要收集它的一个邮箱的地址，你就可以在你的首页里面弄一个弹窗出来。视频看到这里了，很多朋友说我还没有网站，我还正准备想要建站。接下来你准备建一个站或者说已经有了想法，那么没有网站的朋友可以接着往下看。那这里呢我会花个几分钟的时间，快速的教大家怎么样搭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品牌网站。那如果说想要用 Shopify 建站的朋友大家可以看描述栏呢有一个 Shopify 的一个注册链接，并且有一个 Shopify 一个零基础搭建网站的一个教程大家也可以直接在描述栏去找到链接也可以在评论区找到相关链接。首先我们要注册网站的话，我们需要一个域名。不管你想要搭建一个什么样的网站，注册网站之前我们需要有一个域名，需要一个服务器。就像这样Shopify它搭建的这个网站一样这是一个 Shopify 的官网它里面有视频、有文本、有各种这种图片。服务器呢，就是我们存放文件、文字、图片的一个空间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你想要在一个房子里面堆满很多东西你想要把东西全部放在你的房间里面去，但前提是你先要有这样一个房间这个就相当于我们的房子的一个外壳一样的我们要所有的东西要有地方存放，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服务器也可以叫主机。提供主机的这种提供的服务商呢也非常的多但是综合下来小鱼儿也搭建过很多的网站，基本上我个人觉得 Hostinger 还算是比较稳定的，性价比呢比较高很多一些搭建网站的一些朋友的测试下来总体觉得这个 Hostinger 还是不错的。
那 Hostinger 呢，它也是属于一个老牌的一个提供商了，口碑也非常不错，安全性也很好啊。如果说你进来英文看不懂，我们直接点击这里把它切换成一个中文。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选择一个你要买一个服务器的话，你还需要一个域名你可以看一下，你选一下要什么样的一个套餐。如果说你做的是电商我们刚才看了我们要做邮电营销，这个肯定是跟我们电商相关的电商的话，我个人建议大家呢可以使用第3个套餐但是很多人使用的是第2个，它是最热门的第3个套餐的话，它有一个好处，首先它有100GB 的一个储存空间。刚才说了，我们其实就是为了来储存我们的图片、文字、视频等这些东西，那么空间就很重要了。那它还能在里面搭建最多100个网站比如说刚开始你肯定有很多的网站搭了不行，那么你要删掉你还可以再搭，还可以再搭。它有100的一个 GB 的一个储存，它是最快的一个 NVMe 的一个储存，并且每个网站呢有10个邮箱可以免费使用1年。最主要它是有一个专属的 IP 地址这样子就会让你的网站非常的稳定，可以获得一个额外的控制非常的稳定。前面2个呢，它都是属于一个是共享的一个 IP， 前面2个套餐都是属于一个共享的 IP， 只有第3个套餐它是一个专属的 IP 做电商网站的话，你肯定对你的网站要求比较高，不能那么访客进来转半天，那你的这个网址还打不开这样就会导致有很大的一个流失率。并且这里它都是有每日备份的前面第1个是直接是每周备份的这个是直接 pass 掉了。好，我们点进来看一下。接下来就是你根据你的情况要选择你一个套餐的时间，有1个月的1个月的是相对是没有任何优惠，204.99，那么你买48个月可以看到它折合下来是58.991个月其实购买主机它是买的越久价格就越划算那你买上1年以上，它就会送你1年的免费的域名的一个使用权，第2年你要继续用的话你就续费就可以了但是第1年是免费的但是1个月是没有的如果说你是我们知道建站的话，一般前1-2年是看不出来什么明显的效果建网站一般都是3-5年这样子长久的做这里你可以考虑48个月。那么也不用担心它好用不好用，那好不好用呢？你可以先用这里因为它有一个30天的一个退款保障，30天之内你觉得不好用，那你都可以来退款你也可以先选择1年来先试一下，那么好用你再接着续费也可以，但它的到手的它的一个续费价格就是189.99但是如果说你是48个月的话，相当于你后面的3年算下来都只要58.991个月。长远考虑想要划算就买的久一点。这里它是一个订单摘要你可以看到里面的一些相关它除了这里有48个月之外，它还额外送你3个月，还有一个域名的一个隐私保护，直接点击这里继续。好，接下来填一下账单信息你来的国家相关信息填一下。那么这边是一个付款的一个详情。如果说你是通过我视频下方描述栏的注册链接你可以通过我视频的描述栏或者评论区的一个注册链接来注册，那么你能看到的优惠后的一个价格，它会比一般的要稍微便宜一点这里填写一下地址，这里随便填一下就行了它这里不会给你寄东西过来的。有的地方呢没打星号的你可以直接不用填像这里有星号的就选一下就可以了。那这儿就点一个继续。好，接下来就是选择你的支付方式这里国内的小伙伴国外的小伙伴可以选择用银行卡、用 PayPal 甚至你用加密货币都可以。那国内的小伙伴可以直接选这里用支付宝直接提交付款。这儿再点一个继续，那你直接扫码支付用你的手机支付宝扫码支付就可以了大家不用担心，有的可能看到这里它是显示的是美元但是你扫码的时候它会自动的帮你结算的时候它会按照实时的费率结算你付过去的就是一个人民币。那付完款之后它会往你的邮箱里面发送一些账单信息大家去看一下就可以了。那么如果说你想要进入 Hostinger 的一个后台，那么还是来到这个首页相关链接大家在描述栏能找到。来到首页之后点击右上角我的账户这儿我们直接可以进入这个 Hostinger 的一个后台。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快速的搭建一个自己的一个电商网站。我们点左边这里有个网站，
接下来我们在中间这个区域哈，你平时建的网站都会在这个中间，你都能看到。如果需要的就需要，不需要的你可以直接点击后面的3个点，这里就可以删除。那有的我们临时建的一些网站啊，你直接把它删除啊，中间的网站就会在中间出现。我们这儿点一个添加网站，那我们选择第2个用 WordPress 来建站。那用 WordPress 搭建网站是最快的。这里啊，选一下你后台的一个语言，选一下你的一个管理员的邮箱和密码，设置一下，点击下一步。那么你设置好的邮箱和密码管理员的哈，你可以找一个备忘录把它记下来啊，下次登录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复制，因为怕时间久了会忘记。接下来它这里给2种哈，有一种是 AI 创建网站，另外一种是预设的一些模板。这儿我们选择第2个啊，点下一步。这里搭建网站，它有很多的一些模板哈，上面有行业，比如说博客，有商业、在线商店。当然，这里看模板的后期我们也是可以进行更改，也没有问题。这儿模板其实有很多好用的模板哈，大家可以打开小鱼儿的视频，你可以点开下面这里有一个更多按钮，这里点开描述栏，这里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 Diver， 你可以直接点击进来。Diver 呢，它里面有成千上万个模板啊 ，Diver 模板相关链接哈，大家可以在描述栏找到，各行各业的哈，它的模板非常的多。不管你是要单页面的哈，你还是要个页面的，几个页面都要的，整个网站页面的，比如说关于我们联系我们，比如说我们的首页，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在线服务哈，各个模板、各个网页它都有啊，你都可以在这里面来找到很多对应的一些模板，并且它的性价比很高哈，价格也不是很贵。相关链接哈，大家都可以到描述栏去找啊，有2个模板商城哈，大家可以去描述栏找到链接哈，你可以去选一个你心满意足的一个模板。那这儿因为演示哈，我就不会花费太多时间，我就再随便选一个，比如说还是跟服装相关的，那我点一个继续。大家可以先跟着我啊，我们现在创建一个网站。那这里呢，他问你需不需要安装这些插件，不需要的可以全部取消，点击下一步。接下来就是在这里就需要你填写域名了。那前面给大家讲了，如果说你购买了 Hostinger 1年的主机服务器，它会赠送你1年的域名。你可以自己在这里直接输入一个。那比如说我在这里想要一个小鱼儿 AI 的这样的一个域名，如果说你购买了1年的主机啊，这里你输入之后，它这里就有一个免费的子域名。那如果说你已经申领过了哈，它这里就会显示要收费；没有申领过的话，在下面它就会显示免费。实在没有的伙伴呢，也别着急哈，你可以等会儿去申请啊。这我们可以先使用这个临时域名来搭建啊。接下来它会把它在这里正在安装这个 WordPress， 这里安装的话大概需要个2-3分钟啊。大家看到这里也累了，可以先起来活动啊，走动喝口茶。视频有点长哈，建议大家可以把这个视频把它保存下来啊，或者给它点个赞。那么你可以在你已点赞的视频里面快速的找到这个视频。想要看其他的怎么样建站啊，比如说博客网站怎么搭建啊，电商网站怎么搭建呢？新闻杂志网站怎么搭建啊？你可以直接在这里搜，比如说搜一个电商网站，那么你就能找到哈，电商网站的搭建都是几小时的，这种都是属于手把手的一些教程。朋友们还在吗？还在吗？马上开始了。好，安装完成。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 Hostinger 的后台，我们把它切换到 WordPress 的后台，点击这里一个仪表盘，那我们就回到了 Hostinger 的一个后台啊，我们就回到了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这左边是一些功能哈，看一下，左边是相关的一些功能，中间是一个页面的一个呈现。好，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这个页面的内容呢稍微把它改一下。好，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网站是什么样子，鼠标回到左上角，这里有个查看站点。目前可以看到这个网站就是这个样子的哈，我们要进来要改一下。其实它已经有了完美的一个模板啊，有一个大的框架了哈。其实我们就自己来改一下里面内容就可以了。这里有个编辑页面，这里面的内容看一下都可以改哈。那之前的小鱼儿也有出过一期，我看一下，这儿有一期图片非常详细的这3小时的一些教程哈，这个就是超详细的零基础入门的一个教程啊。如果说你完全不会建站的朋友，建议你就先来看我的这个视频哈，让你学会一些基础，并且知道建站的一个逻辑。当然我就不去给大家演示怎么样去改了，大家可以去看我之前的一些教程。接下来我们先回到这个 GetSports 的一个邮
件营销的这个 APP 网站。那么我们在这个首页把顶上这个链接这个首页的链接把它复制一下，接下来把它粘贴到我们刚才的这个地方，让它呢直接连接到我们的网站。看一下前面它已经有一个 THH 前面就不要了。好，这儿我们点击一个获取代码，那么我们点击在下面复制一下这个代码，回到 WordPress 这个后台，点击外观，这里有一个主题文件编辑器，我们点一下它。好，这里它会给你说一些怎么样？这里让你这个不用管他们点，我明白。接下来我们这个链接要加在哪个位置他说了，这里有一个 header 我们要加在这个位置。好，这里我们来找到这个 header， 这儿有个 header， 可以看到这里有个 header， 我们把它粘贴到这里。这一定是在它的一个下面不要弄错了，把它复制上。复制好了之后，点这里一个更新文件，可以看到这里文件更新成功了。这个我们就把它已经加进来了。那接下来我们复制一下上面我们的这个链接，只需要到.com 这里就可以打开一个新链接这就是我们的网站。我们可以在这里比如说访客进来他就会看，可以看到这里差不多20秒的时候，因为我设置了20秒，20秒之后可以看到这个邮件收集列表它就跳出来了，或者说你滑动到一半的时候，这个窗口就会弹出来。那这就说明呢，我们的这个弹窗呢就已经设置成功了。那就可以，访客在这里就可以输入他的名字，输入他的一个邮箱这儿我们可以点击一个提交你自己可以来测试一下这里就是一个感谢页面。那么顾客他还可以点。接下来我们可以回到 GetSpots 去看一下刚才的这个邮件呢有没有收集到。那我们点这上面的联系人，那么你就可以来看一下刚才我们有没有把它添加进来你在这里可以找到系统它加进来的一些联系人。如果说你是 Shopify 的用户比如说我们点击这上面工具点击这个连接这里如果说你是 Shopify 的一些用户，那么你可以直接在这里点这个 Shopify。那点完之后呢，你需要在 Shopify 的应用商店里面去找到一个 GetSpots 的一个官方插件。这时候大家可以通过我视频下方找到这个 Shopify 3天免费试用，前3个月呢它只需要$3，点击这个链接，这里开始免费试用。那么你可以选择一个账号来注册，那么用你的邮箱注册进来之后，他会问你一些问题比如说你在哪里销售这些你可以看一下不想填你可以直接跳过。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来到了 Shopify 的后台，我们找到一个在线商店，这里有一个应用，在这里去点击这个应用销售渠道，点击这里去应用商场，接下来在上面搜索一个 GetSpots 的一个插件。那可以看到下面这些都不是最上面这里有一个 GetSpots 提供免费套餐，这里直接点击一个安装。安装好之后呢，按照指导它的一个按照它的一个可以看到这里还需要继续安装，你按照它的步骤呢一步一步去完成配置就可以了。那么你这里就可以这里 Shopify 就可以直接去连接了，它就直接把这个 GetSpots 邮件营销的插件呢，直接就和我们的一个 Shopify 直接就连接起来了。这里当我们的一个弹窗安装完之后，那么当有人访问你的网站呢，它就会显示这个弹窗。接下来当你的网站有了一些数据以后呢，我们还可以进行数据的一个追踪，还有营销的一个分析。因为做邮件营销最重要的就是要不断的去追踪、去分析、去优化。在顶上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分析它这里有一个报告，默认它就会进入到一个邮件营销的一个页面因为这里是新创建的，所以目前这里没有任何的数据。但如果说后面有了数据的话，你就可以往下看哪个谁打开了你的链接，谁直接忽略了，都会在这里面显示出来。同样的操作左边可以选择自动回复，我们可以看自动回复的一些表现。那如果说你想查一个落地页的一个数据的话，还是点击上面的这个左上角的工具，点击这里落地页的一个页面这里可以选择查看页面，任何一个你点击一下它，点进来之后呢，鼠标往下拉，你可以看到它下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数据，比如说页面的流量浏览量后面的弹窗这些在这里面点击量这些都可以看到。那只要你定期查看这些数据呢，你就可以发现一些问题并且呢来优化我们的一个邮件。那包括还有落地页的一个转化的效果
那这样你的订阅用户规模的话，你的订阅也会稳定的去增长啊。只要你把这些数据呢把它收集起来，你肯定知道去优化你的邮件。今天整个视频啊给大家讲的非常的细哈，大概也就是2个来小时的一个视频啊，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去走一遍。相信大家也已经学会了怎么样去批量发送邮件，搭建落地页自动化收集我们用户的注册以及追踪数据，并优化的一个效果。那做海外营销做跨境电商、邮电营销的话，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只要把它做起来的话，肯定是对你的店铺的一个转化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希望大家不要忽视了这一点。那这期视频呢，所以提到的所有的相关工具我都会把它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评论区大家可以去下面去找到。你可以到我讲到哪一个地方的时候，你也可以打开链接跟着一起来从头到尾自己来实操一遍。想要看更多的网站搭建你可以到小鱼儿的频道里面去搜索你想要看的一些网站。那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希望朋友们能够多多支持点赞，下期视频再见。